20年了，该结束了。江湾那一批人都走了，岳父岳母还有我爸妈也都走了。尽孝完了，我也该来找你们了。只是你们娘俩会原谅我吗？3天后，4月1日，愚人节，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出：百亿富豪江小白驾驶私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自杀，飞机坠海，江小白遗体失踪。据报道，江小白生前曾留有遗书，100亿遗产全部捐赠华国医科大学，用于医疗科研以及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。这是20多年前的江湾老家房屋里，自己不是跳海死了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自己重生了？上一世造孽，对不起妻子和女儿，害得他们母女受尽苦难后早亡。本来以为永远无法弥补，哪知道自己居然重生了。既然老天都给机会让我重活一世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守护你们，不让你们受一丁点伤害和委屈，要让你们过上最美好的生活，做最幸福的人。江小白飞快地在屋里屋外找了一圈，妻子林佳音和女儿江山都不见人影。人呢？没见到妻子和女儿，重生的喜悦顿时化作乌有。江小白一下子变得焦躁不安。不会是那一天吧？他清楚地记得，林佳音是1983年4月1日去卖血的，也正是那次卖血，林佳音感染了艾滋病。老天，求求你别跟我开这样的玩笑！想到上一世的悲剧，江小白眼皮直跳，霎时间全身冒出冷汗，撒腿向外面跑去。江小白沿着小路一路狂奔，想找个人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林佳音和珊珊。让他失望的是，今天几乎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锁，根本没人在家。但愿不是那一天，最好是佳音带着珊珊下地种包谷去了。三叔，有没有看见我家佳音？这混蛋什么时候关心起老婆来了？而且看他神情甚是焦急，该不会又是没钱去赌了？着急找林佳音要钱吧？忒没看见。三叔，今天几号了？你个龟儿子，一天灌猫尿黄汤，连日子都不晓得了。你怎么不醉死算了？活着浪费粮食。自己就问个日期，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一通骂？哎，不过想想以往做过的那些混蛋事，不受三叔待见，被骂也正常。三叔，我真是有很重要的事，你快告诉我。你能有么子重要的事？今天是83年4月1日，你记着今天的日子，最好天上打个雷把你劈死。今天竟然真的是1983年4月1日。就是今天，林佳音去青州市血战卖血，也就是今天，林佳音感染上艾滋病的。难道即便是重生了，也逃脱不了命运的窠臼？悲剧还是要继续上演？不，我要逆天改命，绝不准许悲剧在这一世发生。神经病！不过今天骂这混蛋，居然没有顶死。你解决，你拿药资解决。这2年，你除了想方设法从我手里拿钱，你哪个时候给过我1分钱？佳音，你可千万别出事！老天保佑，希望还来得及让我追上你。江小白蹬着借来的自行车，一路追赶着，沿路看到不少赶路进城的人，却始终没见到林佳音的人影。难道真的来不及了？只听风里，江小白连人带车躺在地上。我操，车胎爆了！江小白前后左右的看看，本来想找个地方把自行车寄存一下，但附近都没有人，最后只好将车推到路边的草丛里，骑上他的11路，一路飞奔。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他追林佳音，也没有什么比追上林佳音更紧急的事。终于，青州市血战遥遥在望。在距离血战大门不远处，江小白看见一个高挑纤细的背影。尽管时隔20年，尽管只是一个背影，江小白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林佳音。林佳音，林佳音，这声音好熟悉。只是他不是昨天喝醉了，早上还没醒吗？又怎么突然来了这里？竟然真的是他！自从他染上毒瘾后，就再也没给过自己好脸色，也曾在喝醉了后对自己拳脚相加。对这个男人，他早已失望，根本不指望他再有温柔的回应。老婆，啥情况？江小白的这波操作，直接给林佳音整不会了。江小白，你搞么子？快放开我！大白天的，当街搂搂抱抱，太丢人了！江小白，你快放开我！老婆，让我再抱你一会儿。林佳音再次呆立，樱唇小嘴张开顿住，说不出话来。80年代，即便是夫妻在外面都不敢拉手，免得被人说不检点。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男人吗？老婆，对不起，老婆，以前我错了。老婆，以后我一定让你和珊珊过上最好的生活。老婆，有你在真好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婆，让我再抱你一会儿。一句又一句老婆不要钱似的从江小白口中不断叫着，句句深情真挚，极尽温柔。林佳音有些恍惚，他是吃错药了，还是得了离魂症？不过听起来好感动啊。老婆，让我再抱你一会儿。江小白浑然忘了一切，只不断哽咽地重复这一句，仿佛要把几十年的思念、悔恨、自责在这一刻倾诉殆尽。他害怕这是一场梦，一松手就会梦醒，失去一切。江小白是真的害怕再次失去。江小白，你快放开我！哦，老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？呵呵，现在回去哪门搞？
陈老大今天见不到钱，就要抓珊珊抵债，你让我哪闷回家？啊！江小白一惊，即便是他有过上一世的记忆，也不知道林佳音被逼迫致死。陈老大竟然以拿珊珊抵债来逼债，他上一世根本不知道这事。上一世林佳音卖血把20块赌债还了，珊珊自然没有被抓走，而林佳音也根本不会说出来。我们回家，钱的事我来解决。你解决？你拿腰子解决？这2年，你除了想方设法从我手里拿钱，你哪个时候给过我1分钱？你除了会打牌喝酒，你还会么子？地里你挖过一锄头，拔过一根草吗？你腰子都不会，哪门解决？一条条数落，就如一记记重锤打在江小白的心上。这都是他欠下的债，造下的孽，无法反驳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混蛋，让你和珊珊受苦了。我们先回家，你相信我能解决好？相信你，呵呵，我凭么子相信你？林佳音惨然一笑，抬头看了一眼前面不远的血战大门，毅然决然地迈腿走去。老婆，别去！放开我！我不去卖血，难道让陈老大去卖珊珊？任凭江小白怎么说，林佳音的态度坚决。这还说不通了。他也知道过去给林佳音造成的固有印象太深，不是他随便几句话就能改变的。情急之下，他一把抱起林佳音，扛在肩头，转身往回走。江小白，你搞么子？你把我放下！太瘦了，这都是自己造的孽啊！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让你和珊珊过上最好的生活。林佳音又是一呆，捶打江小白的双拳也渐渐停了下来。江小白今天给他的感觉和之前很不一样，不仅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还一直道歉。若是以往，江小白知道自己卖血，只会守在血站外，等自己卖了血再把钱拿走。可是今天，江小白一句没提要钱的事，反而强行掳走自己，不让自己卖血。难道他真的变了？你快放我下来！跟我回家，我就放你下来。你不准我去血站，我还能怎样？江小白听了大喜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休息了片刻后，就又拉着林佳音往回走。到了之前丢下自行车的地方，江小白将车推了出来。老婆，你坐上来，我推你回去。林佳音瞟了一眼自行车，前胎都瘪了，还纳闷气，低头自顾地往前走了。老婆，走这边。车胎爆了不能骑，推回青山镇的话要推10几里路，这里进城只有2里路不到，进城找个地方把胎补了。我骑车载你回去。林佳音愣了一下，默不作声，转身向青州城方向走去。江小白急忙推车跟上，乖巧的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。自行车哪来的？借来的。可不就是借的吗？只不过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，而且他连车主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林佳音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江小白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太清楚不过了。谁敢把自行车借给他？难道不怕他把车卖了去打牌？老婆，对不起，当时我急着追你，只给人家说了借用一下，没等主人同意就骑走了。我错了，等会儿我给人家赔礼道歉，我保证再也不这么鲁莽了。他怎么突然这么在乎我了？以往他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向自己解释的，更不会顾及自己的感受，而现在他分明很在乎自己的态度。补胎要钱，我身上没有了。我有。麻，慢点。荆州城内，江小白用仅剩的1毛钱买了2个糖包子，喝口水再吃，别噎着。吃完1个糖包子，又喝了半碗水，虽然仍然没饱，林佳音感觉精神不少。你也吃一个吧。看着林佳音递过来的包子，江小白的心一颤。上一世他从来都只顾自己吃饱喝足，从来没管过老婆和女儿有没有吃的。多好的女人啊，可自己却从未珍惜。我不饿，你快吃吧。林佳音愣了一下，以往只要有吃的，江小白都只会拿了就吃，绝不会推辞。这次却破天荒的没要。或许他是真的没饿吧，只能是这个原因了。林佳音没再深究，举起包子正准备吃，突然想起什么，立即又放下手，把包子小心翼翼地揣进衣兜里。你怎么不吃了？留给珊珊，她快满5岁了，还从来没吃过包子。林佳音的话像一把刀子，狠狠插进他心里。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说完，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去。林佳音默默跟上，他感受到江小白的情绪变化，但对他说的话没当真。以前江小白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到头来娘俩还不是过着最苦的日子。江小白循着记忆一路走走瞧瞧，没多久又看见一个修车的摊点。这个修车地摊除了有名有号补胎打气的字样，还有光荣修车4个大字。李同志，生意好啊。老板叫李光荣，是个退伍军人。同志，你认识我？李同志一身正气，修车技术好，乐于助人，是这条街的活雷锋，谁不知道啊？江小白面不改色地送上彩虹屁，他倒没有胡说八道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江小白知道李光荣的性格和发家史。李光荣听了果然很受用，看了一眼江小白瘪了前胎的自行车，呵呵，兄弟，这是车胎爆了啊！放心，我给你补了，保管像新的一样。这不就是来向李同志寻求帮助的吗？
哎，今天出门急没带钱，路上车胎又爆了。听说李同志是活雷锋，青山路的及时雨，幸好青山路上有你李同志，不然我得推车回青山镇了。不就补个胎吗？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？同志能找我帮忙，那是看得起我李光荣。等的，我这就拿工具给帮你补胎。说完转过身去，嘴角却狠狠抽动，心里一阵疼。这年代有自行车的都是有钱人，有钱人的钱好赚呢。补一次胎也要2毛钱，2毛钱足够买2斤大米了。10几分钟后，车胎不好也打满了气。江小白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载着林佳音返程。嘿嘿，老婆这也算报了自己吧，终于带着老婆回家了，可以开启幸福美满的今生了。江小白急忙刹车，待看清拦车的女子，不禁心里一苦。之前只顾高兴了，竟然忘了还有这一茬。老婆，你先下车。是你啊？不是我还是谁？亏老娘还相信你有什么急事，原来是抢我车去泡妞了。林佳音下车站稳，2只手捏着衣角，脸上通红。强行借车的事，江小白之前说过。此时被拦下，他倒没感到什么意外，只是觉得羞愧。美女，对不起，之前急着追我老婆，没经你同意就把自行车借走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林佳音看得一愣，2年多了，他都只见过江小白跋扈，何曾见过他对人说软话，更别说鞠躬道歉了。张翠花也被江小白整不会了。自行车被抢走后，所有人都劝他报警，他也确实去了派出所，但走到大门口犹豫了半晌，最终还是没有进去。不过他倒是打听出江小白不少事，知道的人都说江小白酗酒、打架、赌博，还打老婆，是个彻头彻尾的二流子。没想到这个所有人口中的二流子，表现的却跟听说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个男人分明对老婆极是体贴，对自己也道歉了，看起来态度也是诚恳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听了他的解释，不是去泡妞，而是去追他老婆了。能哄老婆的男人起码本性不坏吧？这次就算了，赶紧把车还我了，滚蛋！美女，我之前骑得太快，把前轮胎爆了。什么？张翠花一声惊呼，急忙去查看，车胎早就补好了，从外面几乎看不出痕迹。过几天我给你赔一条新胎。谁要你赔新胎？你都把胎补好了，就不能不和我说了吗？你不说我不就不知道了？这什么逻辑？我把你车胎弄坏了，不能因为你没发现我就不说啊？就不想发现，就不想知道。张翠花生气地跺了几下脚，噜噜几句，伤心地推着自行车走了，理都不再理江小白。这事儿弄的，江小白挠了挠头，回头向林佳音看去，只见他也气呼呼的，一双美目恨恨地瞪着自己。这又是怎么的了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很快2人走到江湾田埂。我去接珊珊，早上出门的时候把珊珊交给爷爷带着，这会儿还不到中午，他们应该还在田里干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20多年没见到女儿了，江小白也想早点见到珊珊。田里4个大人在忙碌，路边2个年纪相差不大的孩子在玩耍。4个大人是江小白的父亲江海洋、母亲王秀菊、弟弟江晓峰以及弟媳罗招娣。2个孩子，一个是江晓峰的女儿江婷，另一个就是江珊。妈妈，慢点。妈妈，今天我很乖的。这是我的女儿珊珊。珊珊啊，爸。小江山见到江小白，脸上的开心一下子像骄阳下的雪花迅速消融，怯生生地叫了一句，然后飞快地缩脖子低头，小脑袋埋进妈妈的怀里，不敢露头。江小白整个人都呆了，看见女儿见了自己那怯生生的样子，他的心又像被刀子狠狠地扎。只能慢慢来吧。爸妈，小峰。4人相视一眼，面面相觑，还以为活见鬼了。这混蛋居然来田里了，这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，重生了第一次看见父母、3弟和弟媳。江小白眼眶渐渐地红了起来。爸妈，我来接珊珊。江海洋和王秀菊都是一愣，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打什么主意？混小子在家里都不抱女儿，这会儿居然跑到田里来说接珊珊，该不会是想把自己的孙女儿抱去卖了吧？爸，我就是陪佳音来接珊珊回家的。我以前是太混了，现在我决定痛改前非，好好做人。哼！最后还是林佳音开口，才带着江山回家。老婆，你带珊珊，我去做饭。妈妈，我饿了。珊珊，看这是么子？包子。小家伙看着妈妈手里的包子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伸手想要去拿。珊珊，等会儿吃，妈妈去给你热一些。家里没粮食了，你饿了的话，我去菜园子里摘个冬瓜，再放点野菜煮了吃。对不起。平时里，他每天都是在外面跟那些狐朋狗友吃饱了喝足了才，几乎没在家里吃过几顿饭，根本没想到林佳音和珊珊过着这样的日子。中午你和珊珊随便吃点，不用管我了。晚上我们吃肉。吃肉，粗粮都没得吃，还吃肉？江小白，你打算去抢吗？老婆，我以前是很混，但我现在决心改了，绝对不会去抢，你放心。放心，如果放心他的话，日子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。虽然不是肉包子，但是糖包子也很甜呢。小丫头欢喜的不得了，自己吃一口还要妈妈也咬一口。
妈妈在城里已经吃了一个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见江小白砍了竹子回来，林佳音也算是松了口气，毕竟江小白是带着刀子出门的，如果真的去抢了，还会连累他和珊珊。妈妈，你这是在搞什么？爸爸在做弓箭，然后去打猎给我的珊珊吃肉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晚上肯定能吃上肉。太好了哦，晚上有肉吃了。妈妈，我们晚上吃肉了。他砍竹子是为了做弓箭，还说要上山去打猎，这就是他信誓旦旦说晚上能吃肉，可这事听起来就不靠谱啊。要知道，湾里张猎户家有一杆土铳，张猎户一年四季没少往山里面跑，也没见打到几次猎物回来，而且他也没听说江小白会打猎啊。你能打到猎？你老公厉害着呢，打个猎算什么？可林佳音听了却不是这么回事，他只觉得江小白不是自信，而是自大和虚伪。江小白，你自己爱玩没的什么，可你不要欺骗珊珊。我哪里就欺骗珊珊了？大人说的话，小孩子就会当真。要是你打不到猎物回来，让珊珊失望了，她就会觉得你在骗她，就会觉得人可以说话不算话。林佳音本来出生书香门第，又读过师范，跟了江小白后，虽然生活过得辛苦，但对珊珊的教育上他有自己的原则，觉得有必要与江小白讲清楚。你可以不管他，但不能用错误的方式影响到他的成长。我晓得了，老婆，我去打猎了，等我回来。而在山上忙活了许久的江小白，看看天色，想着卖野味在青山镇也卖不起价格，还得进城去，也就顾不得先回家，拎着猎物直接先往青山镇跑去。美女，这要巧又遇见你了。怎么又是你？哈哈，说明我们有缘啊。我才不要和你有缘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和你打个商量。你还想借我的自行车？聪明，想得美，坚决不借了。美女，不白借，我就借1个多小时，这个是报酬。成交。江小白也是大喜，问了张翠花的姓名和还车地点。翠花，好名字。青州城里，青州市国营饭店。建国，明天张副市长要过来吃饭，你去搞点野味，张副市长爱吃。行，我想想办法吧。建国，我不是要你想想办法，是必须搞到啊！大哥，你是国营饭店的吧？去，叫谁大哥呢？不知道叫同志吗？同志，我这里有些野味，你们收不收？收什么收？可是回过神才想起对方问的是收不收野味。野味，这不正是自己急需的东西吗？你是说你有野味？几次？同志，你不收的话，我走了。收，当然收啊！老弟别急着走，除了几次还有什么野味？我都收了。蛇皮袋里是锦鸡和野兔。太好了，我都收了。算过价格，合计263.75元。以后再有野味还来找我。好的，再有肯定还来找你。你那些个野味卖了多少钱啊？嘿嘿，不多，260多块。厉害了，难怪你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。我以前太混蛋，让老婆孩子受苦了，这不托你的福赚了点钱，买点肉给他们补补。等江小白走远了，张翠花依旧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。这个男人真的是人们口中说的二流子吗？一点都不像啊！他不仅坦诚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还用实际行动对老婆孩子好。这样的男人，说是好男人也不为过啊！这天都快飞了也没回来，不知道又去哪里鬼混了，还以为他真的转性了，结果还不是一个德行。亏我还差点就信了。妈妈，爸爸还没回来。爸爸可能有事耽搁了，妈妈给你煮冬瓜吃，好不好？妈妈，那我们等爸爸回来再做饭吧。小家伙还惦记着巴巴说的晚上吃肉，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可怜巴巴的看着爸爸。那好，我们先洗白白，洗完了爸爸还没回来，我们就不等了。爸爸回来了，回来的还不是太晚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给珊珊带肉回来了。在搞什么？这么早就把门关了？刚开门就看一道冒烟的火光，来人举着一只火把，不是江小白，而是陈老大。弟妹，小白老弟没在家。没。弟妹，既然小白老弟不在，那欠我的钱你准备好了吧？陈老大，你和小白是兄弟，请你再宽限一天，明天我一定把钱还给你。哈哈，弟妹，我陈老大要账可是从来不隔夜的，昨天就是看你的面子上才答应宽限一天，你昨天可是保证了的，今天就会还钱给我，但现在你又说还要宽限一天，又说明天一定还钱，昨天说的话你没算数，在我这里你可是没有信誉了呀，叫我怎么再相信你？林佳音脸色苍白，自己说出的话没有做到，失信在先，怔怔的说不出话来。如果你没钱还的话，那我可就把小丫头带走了抵债。妈妈，不要抓我女儿。好，弟妹，这你就不讲规矩了。昨天可是说好了的，要是今天不还钱，就拿你女儿抵债，想反悔可不成。爷，再宽限一天，明天中午之前我一定凑够钱还你。既然弟妹开口了，也不是不行。陈老大目光烁烁的盯着林佳音，多谢陈老大。那弟妹打算怎么谢我？啊，要干什么？既然你男人不在家，那今晚我就睡他的床了，你陪我睡一晚，我就宽限你一天。
你休想！小娘们儿别不知好歹，这可是你自己求我的，陪我睡一晚就能宽限1天，多划得来。坏人，不要打妈妈！碍事的小杂种滚开！涛子，将碍事的小杂种抱走，老子要办正事。好了，老大，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喊人了。你喊啊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的。我陈老大办事，谁让敢管？建议了，你跟着江小白那个二流子有什么好？他没钱没势力不说，一天到晚在外吃喝嫖赌的不归家，不是让你守活寡吗？不如你跟我相好，伺候好我了，我让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嫂子，你就跟了大哥吧。嘿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，坏事做尽，早晚遭报应的。陈老大，收起你那龌龊的想法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贱人竟敢不识抬举，老子现在就办了你！江小白在离自家厂坝不远的地方，却听到妻子林佳音的哭腔和一个男人的骂声。江小白心里一紧，疾步冲了过去。住手！爸爸，爸爸！原本绝望的林佳音猛然抬起头，就看见江小白的身影。刹那间，他泪流满面。这个男人总算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。老婆，珊珊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你来了。江小白，你他妈居然敢跟老子动手！你敢对我老婆孩子动手，我打你还是轻的，杀了你都不为过。看着江小白的母亲，陈老大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。哼，江小白，废话少说，老子是来讨债的，你没钱还债，老子抓你老婆去抵债怎么了？陈老大，这就是你不守规矩了吧？法律上还罪不及家人，江湖上也讲货不及妻儿。我欠你的钱，你找我要就行了。趁我不再欺负妇孺算什么？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有本事你把欠我的钱还了。行，拿去。陈老大一愣，没想到江小白真的拿出钱来了。行啊，不声不响的搞到钱了，老弟可真有本事。要不再去玩几把？江小白掏钱的时候，他可是看见了好多大团结。算了，我以后都不玩牌了。好说好说，既然账清了，我也就不打扰了。江小白也不说话，默默地跟了出去。等陈老大和刘洪涛走到厂坝里，慢着，我们这都清了，老弟你还有什么事？哼，我欠你的账是清了，你欠我的账可还没清。哼，我欠你什么账？你对我老婆和女儿动手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说话间，江小白一大跨步冲到陈老大面前，照着面门就是一拳，打得陈老大鼻血直流。江小白，你他妈找死！一旁的刘洪涛见两人动了手，他也没闲着，挥拳上来夹攻。三人很快打成一团，厂坝里打架闹得动静极大，隔壁几个屋厂的人都听见了。江海洋和江晓峰率先出来看，一看是陈老大和刘洪涛两人在打江小白一个人，这还了得！江海洋拿了一根扁担，江晓峰拿了一把马叉冲了过来。陈老大，你们唐山村的人敢到我们江南来打人，当江湾人是好欺负啊！没多会儿，江小白家厂坝周围来了上百人。别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！哎呦喂，疼死了！求求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滚！陈老大和刘洪涛如蒙大赦，从地上爬起来后，话都不敢吭一声，两人搀扶着屁滚尿流的走了。哈哈，平时人五人六的，这下被打成猪头了吧？快滚吧！江湾也是你们能来闹事的地方，滚滚滚！别让老子再看见你！记住了，以后再敢来江湾闹事，见一次打一次。爸，小峰，你们没的事吧？哼，老子能有什么事？倒是你，怎么和他们两个打起来了？江小白简单几句说了原因，都是你这个背氏儿子惹的事。万一他们娘俩出了什么事，可怎么搞啊？爸，我知道了，以前我是混蛋，现在我醒悟了，我改，以后一定不让他们受到伤害。但愿像你说的雷么吧。江晓峰紧跟其后，经过江小白身旁时，抬手在哥哥的肩膀上拍了两下，一言不发的离开。这个弟弟性格耿直，沉默寡言，虽然他对自己以往的作为看不惯，不怎么来往，但真遇上事，哪怕是以凶名著称的陈老大硬刚，他也是毫不犹豫的就上了。这说明在弟弟的心中还是有自己的。自家人怎么都行，但外人不能欺负自家人。这大概就是兄弟戏于墙，外遇其无吧。上一世因为家中困难，几年后江晓峰去了西北的一个地方挖煤，结果发生了煤矿坍塌事故，江晓峰遇难身亡。上一世我愧对这个家，愧对所有的家人，这一世我一定要为所有的家人都撑起一把保护伞，为你们挡住所有的风雨，不再让你们受到伤害。走了走了，没么子看的了，回家睡瞌睡去。各位叔伯婶儿、兄弟姊妹，感谢大家过来帮场子。我以前就是个二流子，给大家伙造成了很多麻烦，但我已经决定痛改前非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以往的事对不起大家，我给你们赔礼了。大家伙的恩情，我江小白以后慢慢回报。一连番话以及那个鞠躬，彻底震惊了所有人。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江小白，目光里有惊讶，有欣慰，有不相信，有怀疑，有不置可否，也有不屑，甚至嘲讽。这真是江小白吗？他居然肯为自己出头痛打陈老大，还对香菱道谢，鞠躬道歉，还当众说痛改前非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让你们受惊了。
没事儿，爸爸回来了，我就不怕。珊珊真棒，进屋去吧，我给你们做晚饭。以后晚上都点电灯，煤油灯对你眼睛不好。肉，你该不会是把供销社抢了吧？哈哈，老婆你太可爱了，我要是抢了供销社，哪门可能只有那么点东西，几板车也拉不回来才对啊。这男人咋那么没脸没皮的，也不分场合的张口就叫老婆。珊珊还在旁边呢，不过他居然说自己可爱。爸爸，什么是老婆啊？这个老婆啊，是爸爸对你妈妈的爱心称呼，就像你的名字叫江山，我叫你小公主，也是爱心称呼。爸爸，我们晚上吃肉吧。好，我去给我的小公主煮肉。珊珊，看这是什么？水果糖。喊爸爸，喊了给你吃糖。爸爸。江小白开心的笑了，拨开糖纸，将糖果送入女儿的口中。好甜，谢谢爸爸。爸爸，这些糖都是给我的吗？哈哈，给你，都给你。林佳音在一旁看到这一幕，美目中又泛起了泪花。她从来没想过，今生还能看得到江小白和女儿之间有这么温馨的一幕，这感觉真的很好。妈妈，你也吃糖，好甜好甜的。妈妈不吃，珊珊吃。妈妈吃，珊珊还有好多好多，西西爸爸给的。吃一颗吧，别辜负珊珊的心意。她这么小就懂得分享，会把好吃的给妈妈，将来一定是个孝顺的好女儿。父女齐上阵，林佳音很快败下阵来，只好接过女儿递来的糖果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，甜蜜蜜的甜。不过接下来该小家伙不开心了。糖交给妈妈保管，以后每天只能吃3颗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还小，糖吃多了牙齿里会长小虫子。林佳音一句话就让小家伙没了脾气，乖乖的接收现实。我可不想牙齿里长小虫子，好怕。这点小插曲，江小白没有管，趁着锅里还在煮米，一边笑看着母女俩，一边麻利忙活着。他什么时候会做饭了？老婆，你帮我添柴火，我出去一下。没过一会，江小白采了一小把香菜回来。这臭草也能吃？放到菜里会不会把菜也变臭了？老婆，这叫香菜，能提味，很好吃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忙活，饭菜终于好了。做的有点多，我给爸妈他们送一点过去，回来就能开饭了。看着江小白的背影，林佳音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这样的江小白真好，但愿不是3天2头，唯愿这样的生活长长久久。小白把陈老大打了，以后不会有麻烦吧？怕他干什么？我还不是打了的。我总觉得小白今天有点不一样了。我先都准备去帮忙的。你个小屁孩，打架凑么自热了？这小子跟江小白一样，性子野。江海洋担心江小雷将来和江小白一样成为二流子，平时对他管得很严。好香，真的好香，哪家这个时候还在煮肉吃？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我也好想吃肉啊！过几天喊你大伯和三叔他们帮忙做活路，我去赶场割2斤肉，就让你吃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吃肉了。就在这时，传来几声敲门声。那个点了，谁还来串门？是你，大哥。大哥，小雷、小雨啊，我烧了过兔子肉，还做了红烧肉，做的有点多，端一点给你们吃。你哪来的钱买肉？肉虽然香，江海洋却没有接。江小白家什么情况？陈老大都上门逼债了，还有钱买肉？爸，我上山打猎，打了几只野鸡、兔子，留了一只自己吃，其他的卖了，这才买的肉。这混小子居然上山打猎去了，他都没有猎枪，哪门打到猎物的？总不至于守株待兔，有兔子撞死了，他捡到的吧？进屋吧，进屋吧。不了，我回家陪佳音和珊珊吃饭，明天再过来。那行。有肉吃咯。好香的红烧肉啊！饭后，爸爸抱抱。女儿居然主动卖萌求抱抱，这谁受得了？江小白一颗心都要融化了，高兴地抱起宝贝女儿。只吃了你爸爸的一顿饭就要爸爸抱，不要妈妈抱了。哼，我可不是珊珊，别想一顿饭就把我收买了。你有什么事？坐下说。来，给你。江小白将一沓钱一把塞进林佳音的手里。啊，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大团结，一张大团结就是10块，只有寥寥几张小额的毛票。你干什么了？那么多钱？老婆，我中午不是做弓箭了，上山打猎去了吗？运气好，打的野味不少，特别是打到一头麂子，我就去城里卖给国营饭店了。这些钱居然都是江小白打到野味换来的，原来他这么厉害。上山打猎本来就辛苦，进城来回跑2趟又是40多里，那该多辛苦啊！老婆，以后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赚的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正式移交财政大权。以后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一起222块2毛5分，你数数对不对？真的都给我？我都说了，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我们家你管钱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再数数。哈哈，上一世还真没发现，原来自己的老婆是个小财迷。我去放着，你不许进来。
好，我不进来，我和珊珊到厂坝里去。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，江小白就醒了。老婆，你起来了，包子马上就好了。你做了包子？不仅有包子，我还煮了大骨冬瓜汤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以后我们早餐要吃好。你包那么多包子，等会儿再给爸妈拿些。老婆，我们想一块去。二哥，雷姆早有我们姿势，把包子。来，给你，把包子捡出来，盆还我。谢谢二哥。二哥，你发财了。就你事儿多，肉包子还堵不住你的嘴。我就问问嘛。一顿早饭，三人都吃得又饱又好。老婆，给我50块钱。你要钱搞什么？我进烫城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，顺便买点东西回来。做生意？你还会做生意？我会的可多了。嬉皮笑脸的，怎么就没个正形呢？不许乱买东西。听老婆的话，绝对不乱买。珊珊，爸爸进城一趟，下午回来，给你买好吃的。珊珊在家乖乖的，等爸爸回来。说好的不乱买东西的呢？转身就对女儿说买好吃的。他感觉自己上当了，心里暗道以后再也不给江小白1分钱了。王平，再忙不自来。王平是江小白二舅的儿子，只比他小几个月，两人读小学、初中都是同班，关系很铁。后来江小白上了师范，王平去当兵了。哟，稀客，你们什么时候进城的？刚来，专门来找你的。你找我肯定没那么子好事，借钱的话最多给你3块。最近你弟妹管得紧。江小白笑了，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王平还是那个王平，是他最好的朋友和亲人。我不找你借钱，那你找我有没姿势吗？我想跟你搭个伙。王平一愣，他这个小茶馆，生意好的时候1个月能赚30多块，生意不好的时候1个月连20块都赚不到。你哪门突然想出来做事了？你也知道我以前太混了，现在想做点正经事，把日子过好。那行，你来吧。我每个月给你10块钱。算了吧，我不要你的10块钱，相反我每个月给你30块。你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帮我在茶馆门口的空地上搭个遮雨的棚子，把那个空地租给我就行，我用来做点生意，晚上就把家伙实际存在你店里。啊，你打算做么子生意？搞点小吃，就从抗洋芋开始。我说江小白啊，你是脑壳打铁了，还是长包了？抗洋芋哪个没吃过，也能卖成钱，你别搞亏了。放心，不会亏的，你的30也不会少。我们兄弟间说那个干嘛？你愿意出来做事就是最好的了。那行，你今天就帮我把棚子定好，我明天开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还得去买点东西。江小白直奔菜市场而去。大采购完，江小白回到王平的茶馆。搭棚子我就不帮手了，还得回湾里买点洋芋，明天才能开张。这点事儿我一个人能搞定，保管明天下雨也淋不到你。呸，明天肯定天晴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。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。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下雨也好啊，有水，水代表有财。还是天晴好。交代完后，江小白收拾好要带回家的东西。要不你还是骑我的自行车回去吧，明天你还可以拖洋芋来。行，那谢了。跟我还客气啥？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把抗洋芋卖出去的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回来呗，你喊那么大声做腰子。我这不是回家第一时间向老婆报道吗？你哪来的自行车？又哪门买了那么多东西？自行车是王平的，没买么子东西，不是家里要用的必需品，就是我做生意要的原材料。哇，爸爸回来了！我的小公主有没有想爸爸呀？想爸爸什么？想爸爸给我带么子好吃的了。看着江小白沮丧的模样，林佳音却在一旁咯咯的笑了。重生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老婆的笑颜，江小白不由得看得吃了。老婆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林佳音的脸瞬间冷了下来，转身进了屋。我明天倒要去看看他哪门卖抗洋芋。老婆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林佳音的脸瞬间冷了下来，转身进了屋。搞砸了，江小白啊，江小白，老婆笑得那么美，你说你偷偷看，偷着乐不就行了吗？你说出来做么子啊？爸爸，你到底带么子好吃的给我了？小家伙见爸爸只顾盯着妈妈看，不理自己，心里不乐意了。哎呀，怎么能让我的小公主受委屈呢？江小白赶紧从蛇皮袋里取出1盒饼干和1网兜苹果。哇，这是么子？好漂亮哦！小家伙拿着红红的苹果，立即开心起来。这是苹果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一听说好吃，小家伙张口就朝苹果上咬去。拿进屋让妈妈洗了你再吃，水果要洗了吃才干净。小的他，我给妈妈也拿一个。你买牙刷牙膏了？他在跟江小白结婚之前，家里条件也是较好的，从小就有刷牙的习惯。结婚后头2年，江小白在青山镇小学当老师，收入稳定。他还买过牙膏，但自从江小白染上毒瘾后，家里连吃饭都难，他就再也没买过牙膏了。以后我们一家人早晚都要刷牙，口齿清新。这是卫生纸，以后解完手用卫生纸擦。老婆，给。
腰资。目光看向江小白手里，结果他就看到了1毛钱。你50块钱用的就剩1毛了？难道他又去打牌，把其余的钱都输了？江小白买东西时只想着这也需要，那也需要，根本没想其他的。直到这会儿交账，才猛然意识到把钱用的只剩下1毛了。本来就有些心虚，再看见林佳音脸色不好，我明天不是要做生意吗？买了一些用具放在王平那里，才花了那么多钱的。哦，还剩1毛钱，你给我搞么资，自己留着吧。那不行，1毛钱也得交工。只要江小白手里没有钱，他就不能去赌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你打算做么资生意？我让王平在他的茶馆外面订了一个棚子，在那里摆摊做抗洋芋卖。抗洋芋？对，就是抗洋芋。要不你还是跟我一起在家里种地吧。哈哈，老婆你太可爱了，你怕我这抗洋芋的生意做不起来，就直说嘛，干嘛绕个弯子呢？我跟你说正经事，你别吊儿郎当的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这生意肯定好的。那由得你吧。那我就当老婆同意了，再给我10块钱。还要钱？早上要了50花的，只剩1毛，这才中午又要，藏着的100多块，还留不留得住？其他的东西都买好了，就是还没的洋芋，我得买一些。林佳音无奈，只好又给了江小白一张大团结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这10块钱就当打水漂了。等他抗洋芋卖不出去，就让他在家跟我一起老老实实的种地。老婆，我先去爸家看看，他们还有小洋芋没有？有的话就买自家的。你要买小洋芋，家里还有一些，你要的话装过去就是。那不行啊，该哪门算就哪门算，我买了是去做生意的。大洋芋也才8厘钱1斤，小洋芋根本没人要，还要么资钱。那行，就按大洋芋的价格，家里所有的小洋芋我都要了。江海洋哪里肯要钱，最后好说歹说，5厘钱1斤达成交易，家里的340斤小洋芋全部卖给了江小白。小洋芋又不值钱，都一家人，搞得这么清清楚楚的做么资？他愿意花钱买就让他花，总比他拿去打牌输了的强。王秀菊听了是这么个理，这才爽快的找了零钱。回到家，江小白将剩下的8块3还给林佳音。你不是要做生意吗？身上留点钱吧。那不行，说好了的，所有钱都给你。那好吧，起码少亏8块3。哇，天天大米饭，顿顿骨头汤，还有肉肉。林佳音开心不起来，江小白就是个暴发户败家子，照这样吃不了几顿就没下顿了。以后还是我做饭吧。不，我要爸爸做饭，爸爸做的饭好吃。我们家你最大，听你的，以后都爸爸做饭。好啊，以后都吃爸爸做的饭咯。一家3口吃完饭，江小白找出家里的石臼和捣棍。你用这些做么资？做窑资当然是先做一些5香粉，然后再做13香，还能配一些孜然粉出来。江小白给林佳音解释了一番，林佳音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他哪门懂那么多？以前也没听说他懂这些啊。老婆，你看看碗里谁家有大豌豆和黄豆，你去买一些，我们做点豆瓣酱。家里有，不用买了。还是买点多做一点，以后我做生意用量大。好吧。整个下午，江小白都跟石臼耗上了。收工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而在青州城里，你搞么走回来的？自行车呢？哪门又乱买东西？这又花了几块钱啊？没花钱，江小白说买给小刚吃的。江小白，他打牌钱赢多了的没地方用，舍得给你买肉了。对江小白，冯艳红没什么好印象，平时没少埋怨王平偷偷给江小白借钱。他估计这些东西就是王平买的，故意这么说。我也不晓得他哪里来的钱，他还说要改邪归正，明天开始做生意。就他还做生意？切，他是不是说做生意要本钱？问你借钱，累才买了肉来堵我的口。王平，我告诉你，江小白要借钱，门儿都没有。这回你还真说错了，他不仅不找我借钱，还说1个月给我30块钱。么子？你说江小白说每个月给你30块钱，他搞么资要给你30块？王平见了媳妇的神情，有些后悔，就这么冒失的把江小白说给30块钱的事告诉媳妇了。万一到时候江小白给不出，媳妇还不得又埋怨几天呢？他在我的茶馆外搭了一个雨棚，说是在那里摆地摊做生意。我想着都是老表，他要用那里，又不影响茶馆的生意，就同意了。他准备做么资生意？他说他抗洋芋卖。切，我还以为他做么资好生意，原来是卖抗洋芋。他这个生意要是做得成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念。你把名字倒过来念，还不是一个意思。我明天倒要去看看他哪门卖抗洋芋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婆，我进城去了，今天开张的早点去。你骑车慢点。林佳音实在不看好江小白的抗洋芋生意，没说别的，只嘱咐了一句：嘿嘿，老婆还是关心我的嘛，叫我慢点。爸爸加油！谢谢我的小公主，在家乖乖的，晚上爸爸回来给你做好吃的。来得蛮早的吗？王平见江小白来了，招呼着帮忙将自行车上的2袋洋芋卸下。早上还早，茶馆里没客人，王平闲着也帮忙刮洋芋。没多大一会儿，2人就刮了一大盆。先刮那么多？好嘞，你看还要我帮忙搞么资？不用了，你忙你的，就是我先烧火，炕一锅出来。哎呀，搞怪搭，哪闷的搭？我只想着把洋芋炕好搭卖，忘记了没的东西装，顾客就算买了也带不走啊。你这是搞的，那哪闷搞？
王平也很无奈，他的茶馆里只有茶杯和茶碗，总不能让江小白的顾客拿茶碗装抗洋芋吧？好吧，就算让顾客用茶碗装抗洋芋，在这里吃还可以，但这种摆地摊的多半都是让顾客带走的，总不能让顾客把茶碗也带走吧？莫得急，莫得急，我想想办法。先不抗洋芋了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你去吧，东西我帮你照看接。这个你先给我拿5块钱。早上出来想着今天卖了抗洋芋就有钱，他走的时候没找林佳音拿钱，身上是1分钱都没有。王平也没多说，作为兄弟，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。青州报社，你找厂长有没有急事？有一桩新的业务，想和厂长谈谈。啊，我就是厂长向前进，有什么业务去我办公室谈。向厂长，我不是单位的，是私人和你谈一桩生意，贵厂接私人的业务不？一听是私人的业务，向前进的脸色顿时沉了不少。这年代，私人没那么值钱。现在和以往不同了，不管是单位的还是私人的业务，只要给钱，我们厂都做。向厂长，我和您儿谈的业务虽然不大，但我的创意却可以让你们印刷厂创收巨大的利益，以后甚至可能成为全国的超大印刷厂。有地那么大，同志，你贵姓？免贵，我叫江小白，青山镇江湾人。当过2年老师，现在自己创业做点小生意。向前进愣了一下，听江小白的谈吐，他还以为江小白是哪个高干的公司，没想到只是个准备做生意的无业闲散人。你需要这么急？江小白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话都没有分量，也就不再墨迹，直接找向前进要了2张厚纸和胶水，现场手工做了一个纸碗。向前进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你要做这种纸碗，工艺倒不复杂，可是谁没事了会用纸碗？您儿有没有留意，现在青州城里街边有人开始卖小吃？如果客人想把买的小吃带走怎么办？向厂长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未来商业会越来越繁荣，不仅是小吃，就连客人在馆子里没吃完的饭菜也可以带走。向前进的眼睛越来越亮，不管江小白是什么身份，他重新打量起这个年轻人来。向厂长，不仅可以做成一次性的纸碗，还可以做成一次性的水杯。比如有客人来妮儿的办公室了，妮儿用一次性纸杯泡一杯茶，客人喝着干净卫生，客人走后还不用清理杯具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向前进越想越心惊，看向江小白的目光都不一样了。老弟，这个是一个大生意啊，你就那么告诉我了？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，遍地都是黄金，赚钱的门路在我脑子里多的是。况且我刚刚创业，要地盘没地盘，要人手没人手，要资金没资金，还不如找像厂长这样有远见、有实力的人交个朋友。江老弟，你这个兄弟我认了。你说吧，你需要多少个一次性的纸碗？我免费帮你做，就让你试试效果。不，一次性纸碗、纸杯的创意和商机，我送给向厂长。但向厂长是公家的人，可不能因此犯错误，所以向厂长算好成本后，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。这人可巧啊，有头脑，懂得进退，不贪小利，有自己的原则。我都喊你一声老弟了，你也别一口一口的向厂长，看得起我向前进，你喊一声哥。向大哥，好，看你也挺急的，先解决你的事。你把需要纸碗的大小和克数说一下，我先给你做，顺便还能算出工资和成本。这种纸碗量越大，成本越小。向大哥以后可以分铜板和定制版2种卖。铜板、定制版，我要的是定制版，先做1万个吧。这个数量既可以暂时满足我的需求，也能帮大哥计算成本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的要求简单，大哥帮我在纸碗2边分别写上美味无极限的广告词和爱护环境、人人有责的公益广告语就可以了。公益广告语字体小点，不然突不出主题。明白，老弟啊，你真是个人才，还随时不忘宣传公益。回到茶馆，王平见江小白空手而回，俺们没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搞定了，不过要明天才能搞好。那这些刮好的洋芋，明天可就都坏了。没事，先抗出来卖，大不了今天不提供打包服务，让客人在你店里吃。江小白让王平帮忙买10个扣碗回来。王平买扣碗回来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媳妇冯艳红。弟妹来了。听王平说你来这里摆摊做生意了，专门过来看看你生意哪门样。刚看好了第一锅，还没开张，你要不要试试味道？抗洋芋也能卖得出去，没开张才正常呢。没想到小洋芋抗出来那么漂亮。说着拿了一个放入口里，外焦里酥，跟家里的抗洋芋一个味道。就这要是卖得出去，自己的名字真的可以倒着念。王平也尝了一个，同样感觉就这样而已，不禁担心起来。莫得急撒，我还没调味呢。还要调味呀？好了，你们再试试味道。试试就试试，你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冯艳红不敢置信地说道，然后立即又往嘴里丢了一个。么此情况？王平也忍不住拿了一个放进嘴里，下一刻他脸上的表情丰富起来。爽！两人你抢我夺，1碗抗洋芋3下5除2的就被消灭了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再来1碗。你们在说吗？滋好吃。珍姐你来了啊！我说表哥做的抗洋芋太好吃了。冯艳红这会儿喊起表哥了，对江小白做的抗洋芋赞了又赞。抗洋芋有么滋好吃的？艳红你可别忽悠我。不一样的。珍姐你是1碗就晓得了。那好吧，你的抗洋芋好多钱1碗？3毛钱1碗。么滋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抗洋芋居然卖3毛钱1碗。就连冯艳红和王平也都是大吃一惊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何美珍本来想给冯艳红一个面子，花个2分3分的买1碗，
就算不好吃也无所谓，哪知道不是2分3分。嘞，那贵的价格，哪个脑壳进水了才会买？来样吧，你先吃，不好吃的话不用给钱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到时候说我不认账。就算好吃，我也说不好吃。想要骗我的钱，做梦去吧。行。天啊，这真的是抗阳芋吗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一碗抗阳芋很快被他吃完了，连里面的拌料都吃得一干二净，扣碗像刚洗过一样干净。不行，还没吃够，必须再来一碗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碗。好嘞，不过3毛钱一碗呀。没事，3毛就3毛。稍等，我这就给你舀。老板，多给几个，太好吃了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呀，来什么滋？哪么那么香？我还以为什么滋，原来就是抗阳芋。是啊，抗阳芋有么滋好吃的？走了吧，我们去肉铺割2斤肉，下午到我家捎风过而去。可是抗阳芋哪么可以那么香？我一开始也跟你们一样，觉得抗阳芋没那么滋好吃的，结果说出来你们不信，我吃了1碗没吃够，这是要的第2碗。真的假的？不信你们试。老板说的不好吃不要钱。随着尝试的人越来越多，购买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最后连带着王平家的茶馆都开始人满为患。直到下午3点多，抗阳芋被卖完，还有很多顾客抱怨没吃上。明天早上10点开始卖，我一定多准备点。你们今天等了没买到的，来登个记，明天免费送1碗。这下点完之后，两边的人都同情。表哥，没想到你的抗阳芋生意那么火爆。今天还多亏弟妹你帮忙，不然我真忙不过来。没的事，帮你忙就是给茶馆拉生意，说起来还得谢谢你。是啊，借你的东风，今天茶馆的生意也火了。我拖来的小洋芋大概170斤，卖了283碗，一起是84块9毛钱。我今天卖出去的茶水钱是23块7毛钱。那么多？要知道，以往茶馆1个月也就20-30块的利润，没想到今天一天就赚了以往1个月的收入。冯艳红看向江小白的目光都不一样。这哪里是表哥嘛，分明是财神爷啊！王平，你去割几斤肉，买只鸡，下午喊表哥到家里吃饭。饭我就不去吃了，下午还要回去收小洋芋，不然明天没得卖的。冯艳红有些急了，她是真心想请江小白去家里吃一顿呢。那好吧，你今天回去多收点，明天一定到家里吃饭，我炒几个菜，让你们哥俩喝2杯。好，这是说好的，1个月给你30块。王平和冯艳红都是一愣，都是老表，说说而已，你还真给啊？就是不说你摊子摆在外面的，那地方根本值不了30块钱1个月，就说你在这里做生意，把我们茶馆的生意带火了，我们也不能要你的钱啊。一码归一码，说好的1个月30块就30块，这是早上借你的。弟妹，今天多亏你帮忙，这是工钱啊！不行不行，都是亲戚，帮个忙哪闷的了，哪闷还能要你的工钱呢？这绝对不行。哪有白帮忙的道理？我赚了钱，你就拿着吧。说着，将3块钱硬塞到冯艳红手里。可是你给的也太多了吧？弟妹要是没事的话，以后天天来给我帮忙也行。我每个月给你100块钱，就不天天给了。100块？你要是不拿这3块钱，我可不好意思请你继续帮忙了哟。我拿，明天开始我天天过来帮忙。冯艳红可真是乐坏了，连忙收起3块钱。昨天江小白把王平的自行车骑走了，冯艳红可是埋怨了好一阵。但今天冯艳红主动让江小白把自行车骑回去。爸爸回来了。珊珊有没有想我啊？想，爸爸又买肉回来了，晚上又吃红烧肉吗？晚上爸爸给你包饺子，让爷爷奶奶、三叔、娘娘、幺幺和幺爹都过来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还有婷婷妹妹。对，还有婷婷。婷婷，晚上和你珊珊姐一起吃饺子好不好？吃饺子？我不在坏伯伯家吃饭。连自己的亲侄女都叫自己坏伯伯，可见以前自己是有多混账啊！婷婷哪闷走了？你去找她玩就是，跟爷爷说我一会儿去找她。好的。你哪闷又买东西了？咦，不对，早上没给他钱啊！你的抗阳芋卖出去了。卖出去了。老婆，今天赚的钱交给你。那么多，你大半天就卖了30几块啊？林佳音手里拿着钱，依然感觉不太真实。就卖个抗阳芋，大半天能卖出去这么多钱，那钱也太好赚了吧？去办事买了2包烟，花了4块。地摊用的是王平的地方，说好了每个月给他30块，已经给了。冯艳红一直在帮忙，我给了3块钱报酬。对了，我给他说了，以后每天来帮忙。1个月给他100块，再就是买了4斤肥肉5块2，3斤瘦肉3块3，大骨9毛，米和面粉一起2块2毛。那岂不是说你一起卖了84块9毛钱啊？老婆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到底哪门卖出去那么多钱的？今天拖进城的小洋芋都卖完了，不然赚的钱更多。不说就不说，有么子了不起的？大不了明天我跟你进城去看看就晓得了。见老婆生气，江小白不敢再逗她，赶紧说了秘制灵魂蘸料的事。那你晚上抗阳芋给我吃。要得。德性。老婆，钱先别放着，你去三叔家问哈，他们家的小洋芋卖不卖？卖的话就都买回来，我去爸妈哪里一哈，有点事找他们帮忙，顺便喊他们晚上一起过来吃饭。腰子，你说要我们都打夜工帮你削竹签子，还削一根给1分钱，
这辈时儿子到底在搞些么子？昨天花1块7把家里的小洋芋都买去了，今天又说要给钱帮削竹签子，一个人一晚上还不削几百千把根啊？他有多少钱累么挥霍？你要续那么多竹签子搞么子？不说清楚，我们是不会帮忙的。江小白无奈，只好把今天在城里卖炕洋芋的事情说了。江海洋等人听了，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，显然是难以相信。竹签子是为了让顾客戳炕洋芋，那样吃起来方便一些。以后我要的竹签子会很多，不只要请你们帮忙削，还打算请湾里的一些人也帮忙削。当然，请他们削的话，就不会给那么高的价格了。你请其他人削竹签子，准备给好多钱一根？100根1毛钱吧。那行，我们帮你削也一样的价格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一视同仁，免得别人晓得了说闲话。那哪门行？你们是我爸妈，我多给点钱是应该的。哪个说得起个字啊？就这样定了。本来是想给爸妈多增加点收入，哪知老爸是个犟脾气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晚上我包饺子，你们都过来。次日早上，你都进了一趟城了。昨天没卖够，今天要多拖点才行。那个男人真的不一样了，言语间都透着一种自信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变得吃苦耐劳，对自己和珊珊也好。这样的男人才是自己想要的男人啊！少卖点也没那么滋的，你一早上进2趟城，很辛苦的。林佳音说着，给江小白打了一盆水，让他洗把脸。不辛苦，哈哈，老婆说我辛苦了，还给我打洗脸水，她这是关心我了。他浑身都是劲儿，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了。珊珊，快起床了吧，我去给你们做早餐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煮面就是。没事，我做油条给你们吃。油条？他以前和江小白读师范的时候，两人一起吃过油条，那香喷喷的气味和酥酥软软的味道，他特别喜欢。只是和江小白结婚后，他就再也没吃过油条了。不用啊，家里有面条，还有昨天晚上包的饺子，随便么子都行的，不用搞那么麻烦。要的，老婆，我要让你和珊珊不仅吃饱，还要吃好。可是那太麻烦了。没事，我很快的。江小白吃完早餐，就又拖了辆蛇皮袋进城去了。江小白先去报社印刷厂拿昨天定做的纸碗，印刷厂有车向前进，亲自安排卡车将先做出来的6000个纸碗送到王平的茶馆。你这是一次性碗，方便客人打包带走。那雷个不便宜吧？估计也就1-2分钱一个，而且一次性纸碗比扣碗装的多。从今天起，只卖4毛。4毛，昨天买3毛，江小白就赚了80多块，而且昨天只卖了2蛇皮口袋小洋芋，今天可是足足4袋，那不得赚200-300块啊！一天200-300块，1个多月就成了万元户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，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冯艳红羡慕的不行，不过随着招牌挂出去，很快就有人被吸引过来，却是好事也不讲价，很快人满为患。而昨天拿着抵扣券的人也来了，江小白也没有收抵扣。今天带来的小洋芋将近400斤，江小白本以为要到晚上才能卖完，没曾想4点不到又卖光了。江小白照旧给没买到的人送了兑换券，一起又送出去10几张。表哥，你送兑换券那就是白送，是不是有点划不来？说你脑壳不转筋，你还不承认？表哥他虽然送出去10几张免费券，可是那些人拿了兑换券，不仅明天会来，还会回去向身边的炫耀，那等于免费给表哥打广告。表弟找的这媳妇儿不错呀，心思玲珑，有点商业头脑嘛。将来可以培养一下。今天卖了249块2毛钱。我的个天，一天就赚200多，快看看茶馆今天收入多少？39块6毛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表哥，你用自行车拖洋芋一次拖不了好多，那样吧，我今天也不喊你去家里吃饭了，你回去多收点小洋芋，我喊我哥哥晚上开拖拉机去拖一车。要得，吃饭哪个时候都可以，我这就回江湾厂起收小洋芋。要的，你还是骑王平的车回去，晚上8点左右，我让王平带路，我哥哥开拖拉机来拖。哇，爸爸，你买好多肉回来了。珊珊，哪门没和婷婷妹妹一起玩呢？我等爸爸。回来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婆第一次主动打招呼，江小白差点高兴得魂飞天外。累男人真的不能给他好脸色。老婆叫那么大声干嘛？肉麻不肉麻？生怕左邻右舍都听不见吗？再看到自行车上挂的肉，大骨、猪蹄、排骨、猪头肉，还有一篮子菜。我的个天，累是花了多少钱啊？哼，男人得收拾一下才行，不然太败家了。老婆，进屋我向你交账。交账？都老夫老妻了，一家人，你说交账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正式了？不过挺开心的，男人一回来就把他赚的钱交给自己，说明他心里在乎自己啊。这么大一袋子，里面装的都是零钱。今天的小洋芋又都卖完了，一起卖了294块2毛，买肉和菜用了23块3毛，还剩270块9毛，都在雷里了。你卖了200多块钱。你把钱拿出来放好，
袋子还给我，明天还得继续装钱呢。好，那我得先数数。林佳音兴奋地说道，边说边关大门。你数钱就数钱，关大门搞腰姿。那么多钱，万一让人家看见了不好。行了，别关大门了，大白天的关大门，人家还以为我们两个在屋里干啥呢。你去房屋数吧。哦，老婆，钱你别全收起来了，等会儿还要收小洋芋。你还要收多少小洋芋？先收3000斤左右吧。你去湾里各家转转，如果他们卖的话，就让他们过秤了，送到马路边上。晚上王平和他叫老关开拖拉机来拖。好，我累就去。在湾里收小洋芋的事儿，老婆出面比他出面效果还好。他自己去，好多人家只怕连家门都进不了。珊珊，走，爸爸带你去做好吃的。好啊，爸爸会做那么多好吃的，我也要学会了，以后做给爸爸吃。那我可等着我的小公主孝敬爸爸了。到了6点多钟，江小白把饭菜做好了，见林佳音也回来了。珊珊，去叫爷爷奶奶他们过来吃饭。小的，大伯家、小明哥家、小云哥家、海城叔家、海山叔家、刘世国兄弟2家，还有胡家和杨家，都把小洋芋卖给我们了，差不多有3000斤左右了。还有几家在问以后还收不收？当然收，不过明天再说。我要问哈红叶红的哥哥能不能再帮忙拉一趟。你个背时儿子，天天累么大吃大喝，就是有金山银山也招不住啊。江海洋口里数落着江小白败家，却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爸，他现在一天挣不少钱，您放心吃就是，不怕的。那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，快吃你的。一顿饭，每个人又是吃的肚撑圆。那么好的菜，可惜今天没的酒。今天忙忘了，明天我买酒回来。买么子买，不要花钱呐！我就是吃饱了累么，随口一说。小白好心好意说买酒给你喝，你凶他搞么子？你莫买酒，后天家里喊活路，我明天赶场称点肉，再打几斤散酒就行了。妈，妮儿明天就莫去赶场打，酒和肉我晚上带回来就行的，免得妮儿跑一趟。那要的，我给你拿肉票和酒票。江小白没有拒绝，虽然他不在乎溢价还是平价，但不拿票的话，妈那一关肯定过不去。省着点用，哪怕你赚了钱，也不要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。要晓得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你以前混，现在改好了，妈高兴，以后对佳音和珊珊好点儿。妈，我晓得啊。重活一世，再一次被母亲说教，江小白的眼中微微湿热。这种感觉是被爱护的感觉，是当儿子的感觉。王平，你那个表哥是个人物，很会来事。吃饭没的，哪闷不喊你哥来屋里坐哈？下午喊家和哥在我屋里吃的饭，就不做的啊，早点把洋芋拖进城去。那行，我也不留你了，跟你一起去装车。听说装车，江海洋和江晓峰都去帮忙，4个大男人没多大功夫就全部装上了车。家和哥到家门口了，都没进去喝口水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大晚上的还让你辛苦跑一趟，没得好多钱买包烟抽。不行，我是给妹妹和妹夫帮忙，哪里能收你的钱？王平是我老表，我跟到他喊你家和哥，不亲也喊亲了。如果是手上的活路，喊哥帮忙我也不跟你客气。但这回你开的是拖拉机，是要烧油的，帮忙了哪闷还能要你贴油钱？你今天要是不拿钱，以后我还哪门好意思再找你帮忙拖洋芋？那好吧，以后老拉洋芋尽管说一声，下回就莫再给钱的，搞见外啦。好嘞。江小白心里明白，亲戚帮忙这种事1回2回还行，但老是让亲戚白帮忙，只会让亲戚觉得你占的便宜，会慢慢的疏远你，心里看不起你。因此跟人打交道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最好的方式永远都是互惠互利，这样才长久。王平，你那个表哥是个人物，很会来事。你说么子？我说你表哥是个人物，会来事。哦，他从小就脑壳聪明，自己这妹夫人品没得说，就是性格太搞直，对人情世故的了解感江小白差了10万8千里。可能当过兵的人大多都这样吧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老婆辛苦你了。你才辛苦，以后收收减减的事我来做就是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对江小白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许多，不再那么抗拒，也愿意与他一起分担家务。二哥是来拿竹签子的吧？二哥，你说另外给我安排一个事情的，你打算让我做么姿势？自己的老婆是个财迷，就连小妹也是个小财迷。你帮我当会计，以后不管谁削了竹签子，你把数量统计出来，到时候你嫂子就根据你报的数量给他们结账。好啊，雷哥我能干，我数学好着呢，绝对不会数错。光数对数量可不行，你还要检查合不合格。老婆，以后小雨每天交账了，你就给他开工资，1天1块钱吧。好的，小雨，那就从今天开始吧。你把爸妈和哥哥嫂嫂削的竹签子数出来，我就给你发工资。好，我1天有1块钱工资啦。小白，你哪么能给小雨那么多钱？他还是个戏娃。妈，可不是我给的，我穷光蛋一个，分钱没的，所有的钱全在佳音手里。工资也是佳音给小雨的，明儿要说就说的。你林佳音那个儿媳妇又漂亮又勤快又孝顺，自己哪门好说她嘛？老婆，
小雷的竹签子是按1分钱1根算的。我先回去做明天的调料了。累男人哪闷累么不害臊，当着爸妈和弟弟妹妹的面也敢叫自己老婆，不过每次都被他累么毫无顾忌的叫老婆，哪闷有种好幸福的感觉呢。这是个100亿富豪的男人，却死在了4月1日愚人节当天。有曾留有遗书把亿万遗产全部捐赠医科大学用于研究，而他却意外来到了20年前的4月。我也有钱咯。你才1块钱，我有7块多，比你多得多。哼，你那是走后门，二哥给的价格高，你才有7块多的。要是跟爸妈他们一个价，你才7毛钱，比我挣的还少。你还不是走后门？你都没削竹签子，不劳而获。你的钱是嫂嫂白给的。小雷可不许雷们说小妹，他数学好，帮到记账挣的钱也是劳动所得。还有，你二哥给你价格高，那是因为你是他的弟弟，他照顾你。但以后出了社会，所有的竞争都是公平的，外人是不会照顾你的。你看，妹妹学习好，数数记账，就能轻松挣到1块钱，比辛辛苦苦削竹签子挣的钱还多。累就是知识的力量，你二哥肯定也是希望你好好读书，将来也能凭知识挣钱省钱。二嫂，我不要走后门，我也要凭本事挣钱，就算公平竞争，我也要比别人做得更好。二嫂，你也按爸妈他们一样的价格给我就行了。说腰资呢？你二哥给的，你拿着就是。记着，能跟人搞好关系，走后门也是一种本事，但你不能本末倒置，哪怕是走后门，也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不能让帮助了你的人失望。二嫂，我记住的。你起来么早搞么子，哪闷不多睡一会儿？你今天自行车不用拖杨玉，我跟你一起进城去。啊，嘿嘿，老婆你是要去查我的岗啊？没的问题，欢迎老婆随时查岗。呸，真是服了他了，脸皮子哪闷就那么厚呢，说话总没个正形。谁查你岗了？想得美。老婆，既然你要跟我进城，那就把珊珊也带上吧。佳音、珊珊，你们也来了，正好今天把刚子也带到茶馆来了，珊珊正好有伴儿。老板啊，你昨天给的兑换券今天能用吗？当然能用，你们3个可以团购，一起买3碗，只要1块钱。老板啊，做生意的道，那我们就团购。生意一开张，陆陆续续来的人就更多了。嫂子，你看表哥的炕洋芋生意那么好，要不你先刮着洋芋，我再去买一个蜂窝煤炉子和1口锅，2口锅炕洋芋的话快些。不用买的，哪们就不买呢？要是真的需要再加个炉子的话，小白肯定早就加了，他没说，那肯定是故意的。你看那么多人等起，过路的人看了后，有不少人也围过来看或者打听，说不定他要的就是那个效果。哎呀，你们2口子脑壳哪门都转得那么快呢？老板啊，来碗炕洋芋。向大哥，你哪门来的？我还说下午去找你啊。我来看哈，你究竟做那么急生意？顺便问哈，那些使用一次性纸碗的人感觉哪门样？向大哥不愧是当领导的，还搞起市场调研来了。用过的人都说效果不错，我可是要发展了。剩下的4千个碗，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过来。到后面生意越来越好，大街人行道2旁都排起了等候的队伍，3人都是百忙之中抽空对付一口。江小白吃饭的时候，林佳音就顶上去炕洋芋，看着一碗炕洋芋从自己手里卖出去，钱不断的收进来，林佳音高兴的不行。看起来做生意也不是很难啊。自从林佳音接手后，炕洋芋卖得更火爆了。嘿嘿，要不以后就搞个品牌叫西施洋芋。时间飞快，转眼到了下午。老婆，你们先忙着，我去印刷厂一下。这是你细娃儿，这是我女儿江山，这是我老表的儿子王刚。你女儿那不就是我侄女了吗？来俺伯伯，我给你糖果吃。伯伯，这才83年，百货商场能买到水果糖，但是大白兔奶糖可不容易买到。向前进手里的这包，也还是他省城来的一个客人今天送给他的。原本他准备带回家给儿子吃的，不过见了江山后，就立即给了。谢谢伯伯。老弟，不瞒你说，我算下来做1万个纸碗，综合成本每个大概8厘钱。我按1分2厘一个给你结账，哪闷过？不用，你按1分结账，我就能赚不少钱。那行，你对外卖的话不要低于1分5厘。现在就你一家再做一次性纸碗，价格起得来。一个卖1分5厘，那岂不是对半赚？向前进原本只准备卖1分2三的，没想到江小白建议把价格定得这么高。麻烦大哥再帮我做2万个，这次在上面加上西施洋芋4个字当品牌用。你一天要卖多少碗啊？这1万个还不够用。估计一天能卖1000把碗，1万个用不了几天。什么？你出去一下就用了416块03毛。天快黑的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接下来你们夫妻俩接着卖就是。明天又不用拖洋芋，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撒。我家里又不是没得地方。爸妈明天喊活路帮忙，我答应给他们买酒和肉回去的，就不去你那里了。那你们早点走，不然等还要摸黑。你放心，我们接着卖，明天早上把钱给你。以后下午都交给你们2个卖，到时候我们5-5分账。不行，哪能那么呢？我们帮忙给你卖就行的。先这么说，先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，到底怎么搞明天再说吧。
什么？你出去一下就用了416块03毛，都是正常的必要开支，我没有乱花钱。一下子用掉400多块还不算乱花钱，那要花好多钱才算乱花。妈妈，爸爸花钱是给我们买新衣服了。他这才想起江小白报的账簿，付给青州报社印刷厂的钱是做生意的成本，给王刚买衣服是人情，剩下的都是买给爸妈一家人，珊珊和自己的。他给所有的人都花了钱，买了东西，唯独没给他自己花1分钱，没买一件东西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你。老婆，别那么说，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和珊珊吃好、穿好、用好，过上幸福的生活吗？老婆，别担心钱，我现在能赚钱了，以后我们家的钱会越来越多的。我明天还是跟你进城。好啊。抗洋芋生意已经做起来了，但是品种还是单一。哦，老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前2天你做的冬瓜红烧肉和冬瓜烤五花肉片很好吃，做出来卖的话应该很受欢迎。菜园子里有不少冬瓜，我们可以试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行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老婆，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。我也觉得光卖抗洋芋品种有点单一，但是我没想好增加什么品种。还是老婆你厉害，一下子就想到了冬瓜。这个好，一定能赚大钱。第2天早上，昨天你们走了后，我和王平一直卖到晚上，直到把你留下的秘制灵魂蘸料用完了才停。我们一起卖了138块5毛，都在这里给你。你们又卖了那么多？说好的55分成，这些是你们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昨天我们茶馆里也收入42块多呢，哪们可能再拿你的钱？拿着就是没你和王平卖，我1分钱都挣不到，这是你们应该得的。艳红，你拿着就是。可是这也太多了，要不我少拿点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反正一到下午我就要回去，晚上的生意我做不了，干脆你和王平拿茶馆入股，生意我们一起做，所有开支纳入成本。以后不管白天晚上的收入，我们都55分账。你愿意带着我们2口子做生意，我们自然是愿意的，但55分账太多了，28分账吧。28分账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。最终好说歹说，双方达成一致，按46分账，江小白占6成，王平占4成。我准备推出一个新的小吃，是下水。大家不要得急，一会儿还有。老板娘，明天多准备点冬瓜啊。是啊，老板娘，你这里的冬瓜太好吃了，我明天还来买。生意太好了，人也吃不消啊。老婆，要不我们还是请2个人帮忙吧。表哥说的对，生意那么好，刮洋芋的事可以请人帮忙，明天我和你一起卖，轻松一些。要得，那晚上我们回去后，问问湾里的人哪个愿意来帮忙。我们开2块钱1天，中午包吃，肯定有人愿意干。今天你们2个还是先回去，多收点小洋芋和冬瓜，晚上我喊哥哥跑2趟。我就晓得越是长得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，果不其然。老婆，今天花钱了，你哪那么说我呢？反正挣得多，花的少，你想买什么就买呗。接下来一连几天，生意算是进入正轨。每天早上到下午，江小白、林佳音、王平夫妇加上帮忙的蒋翠玉和谭小芳6个人干活。到了下午5点后，就剩下王平夫妇和谭小芳3个人作业。这日，江小白再次去青州报社印刷厂找向前进。老弟，我正想去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先到我那里来了。向大哥是有什么好事啊？自从你开始使用一次性碗哦，已经有5、6个私人老板找我买一次性碗了。那可真是好事。不止如此，你说的那个一次性纸杯也做出来了，我拿了一些去市政府办公室给他们用，没想到效果非常好，现在有10几个单位都找我做了。向大哥，你找我不是为了给我报喜的吧？你真是个人精，哪里看出我找你还有别的事？有什么事，向大哥你直说。一次性纸碗和纸杯的事，我给副社长汇报了，这其中不免提到了老弟你。副社长了解你的事后，还专门派人去买了你的抗洋芋，他现在对你做出来的洋芋赞不绝口，说让约你见一面。副社长要跟我见面，行，向大哥约好时间，我去拜访副社长。过2天吧。昨天副社长去省城开会去了，他回来了我就告诉你。向大哥以后见了副社长，你喊社长就行了，莫喊副社长。向前进先是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，副社长那不就是副社长吗？社长姓副，但肯定不喜欢别人喊他副社长啊。我知道了，老弟你啊，不去从政真是可惜了，细节注意的比老哥我强多了。老弟你来找我又是有什么事？这次来还是订一批碗。才多久你又要订？你那里的生意有多好啊？生意还马马虎虎吧，一天要用2000个左右的碗吧。你一天卖2000碗抗洋芋？抗洋芋一天只能卖1000把碗，我新增加了2个品种，把冬瓜做出红烧肉和烤五花肉的样子，每样也卖几百碗。你还准备做卤菜？这几天赚了点钱，可以想办法去买一台冰柜，然后就能做卤菜了。你只要有钱，冰柜指标的事我给你包了。那多谢大哥了。自家兄弟莫搞得那么客气，我大姐就是百货商场的采购科主任，他们商场的冰柜都是经她手采购的，雪花、白兰、友谊、水仙，随便哪个牌子，给你弄一台还不是随时的事。老二，你听说没的？江小白一天赚上1000块钱，他赚的钱是他的，听说了又怎么样？听说他卖一碗抗洋芋4毛钱，
一碗抗阳玉能有多少阳玉？半斤不到吧，算下来他1斤阳玉就卖了8毛钱。大哥，你讲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他1斤阳玉卖出去8毛钱，给我们才5厘钱，我们亏死了。但是以前小阳玉除了喂猪也没人买啊。我的傻弟弟啊，以前没得人买那是以前，现在的人都晓得小阳玉炕出来比大阳玉炕出来还好吃些。我们的小阳玉要是留到现在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炕啊，也卖8毛钱1斤，我那几百斤小阳玉就是几百块钱了。大哥，你说的好像是这么回事，那我不是也亏了几百块钱啊？就是丧，我们兄弟都被林佳音骗了。哼，我就晓得越是长得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。果不其然，走，找他去。他们还在城里没回来，你去哪里找？那怎么搞？我们撵到城里去啊？那倒不用，我们就在湾里等起，等他回来了就去找他算账。你不补那么多钱，你就是骗子。哇，你和珊珊今天坐班车回去，我下午要见个领导，晚点回来。要不我们等你一起再回去？天黑了，骑车不方便，怕珊珊摔倒了。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尽量莫搞到太晚了。我晓得啊，这位就是江小白同志，这位是我们报社傅德正社长。社长好，早就听说牛儿是华中省的第1支笔，我原本以为最顶级的笔杆子都是长得书生模样，没想到见到真人，您却是形象高大，令人敬畏。难怪你能做出那么好吃的抗阳玉，原来是嘴尖啊！妈妈，以后我们还是跟爸爸一起回家吧。珊珊为么子要跟爸爸一起回家啊？因为爸爸有车啊，那样妈妈就不用背着我累么累了。妈妈不累，妈妈喜欢背着珊珊。我也喜欢妈妈，我也喜欢爸爸。要是这回爸爸也在就好了。珊珊好想爸爸了。林佳音心里突然一暗，之前背着珊珊，又总感觉身边缺了点什么似的。这时候听到女儿的话，他才突然发现，原来是因为江小白不在身边。这些天他已经习惯了有江小白在身边。突然他不在了，哪怕只是短暂的没在，他竟然有种空荡荡的失落感。爸爸有重要的事去忙了，我们先回家，一起等爸爸回来，好不好？好呀。林佳音，你站住！你有么子事？林佳音，亏我还那么信任你，你就是个骗子。刘诗明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骗你什么了？刘诗明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前几天你是不是找我买小洋芋了？是啊，我是买了你380斤小洋芋，钱已经给你付清了，有腰资问题。你是不是5厘钱1斤买的？是啊，你的380斤小洋芋，我给了你1块9毛钱，没错。你把我卖给你的小洋芋拖到城里去卖，起码卖到8毛钱1斤，你却只给我5厘钱1斤，你还说你不是骗子？林佳音这时总算是明白了，刘诗明呢是听说他赚了钱，眼皮子浅了，但他随即一想，刘诗明脑壳不转筋，肯定想不出那些，而他大哥刘师国却脑瓜子灵活，主意肯定是刘师国提的。刘师国，你们自意思，你有话就直接找我说，撺掇你弟弟闹有么自意思？难道我弟弟说的不对？湾里头哪个都晓得你弟弟脑壳慢，他那么跑出来说我骗他，指不定多少人真以为我骗了他们资。买你们小洋芋的时候，价格都先讲好了的，现在你反悔了，觉得价格卖低了，你找我说就是，哪门要说我骗他，坏我的名声。说起来也是啊，5厘钱1斤买去，转手就卖到8毛，心可真够黑的。要是我卖了，我也心里有气。雷么说还是不妥，以前小洋芋1厘钱1斤都没的人要，人家林佳音能出5厘算不错了，多多少少能换点钱回来补贴家用。是撒，人家能卖到8毛1斤，那是人家的本事。所谓人上100，种种色色，尽管清楚了是怎么回事，还是说什么话的人都有。甚至有的已经卖过小洋芋的人，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大，让林佳音听见。林佳音顿时感到不少人在针对他，心里委屈的不行。你想哪门搞？都是湾里人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。你给我们卖了小洋芋的人都加点钱就行。你要加多少？你起码加到7毛1斤，你赚1毛钱够可以了吧？整个湾里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。哪怕之前吵着要加钱的人，也都瞪大了眼睛，一个个不敢相信地看向刘师国。我卖给你475斤，你给了我2块3毛8分，还要补给我330块1毛2分，那1毛2分就算了，你补给我330块就行。330块，这绝对是一个足以震撼江湾所有人的金额。腰资，刘师国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告诉你，绝不可能。你不补那么多钱，你就是骗子，把我们湾里的小洋芋骗去卖高价钱，你嘞是在喝我们血发的财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佳音，要不你多少加点？是啊，佳音，反正你们赚了钱，多少加点也行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一些人在开始劝说起来，这些人虽然觉得刘师国狮子大开口，加到7毛1斤很过分，但大多数人都还是觉得，既然赚了那么多钱，多少加点还是说得过去，而且这也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。而此时与傅德正和向前进分别后的江小白正骑着车回去，到了厂坝里，却看见大门锁着，
江小白的心一紧，急忙停了车，向爸妈家跑去。江海洋家的大门开着，江小白跑到门口，就看见爸妈几个弟妹都在，林佳音和江山也在，只是林佳音在嘤嘤的哭着，江山的小脸上也还有泪痕。哪门的大？爸爸，刘伯伯欺负妈妈，竟敢欺负我老婆！爸，到底是哪门的？江海洋叹了一口气，三言两语把下午的事说了。江海洋等人知道这事的时候，林佳音已经和刘家兄弟吵起来了。最后还是江海洋和江晓峰去骂了刘家兄弟，把林佳音母女接回来。你们就在屋里等着，我去找他。你莫又搞事！爸，我跟去看看。他娘，你看着佳音他们，我跟小峰一起去。我也去。那个刘师国，你给老子开门！是江小白。莫怕，老二就在旁边，打起来我们有2个人。江小白，你想搞么子？你给老子开门，不然大门踢垮了。你莫说没的人跟你修门。你有么姿势就摆，踢门搞么子？我嘞就开门。打人啦！江小白那个流氓撵到我家里打人了。江小白，你敢打我哥哥？老子不仅打他，还要打你那个憨包！叫你莫搞事，哪门不听嘞？江小白，你个二流子，撵到我屋里头打人，把人都快打死了哟！乡亲们呐，你们就那么看他打我们吗？我们都是老实人啊，你们要给我们帮忙做主啊！老子又没打你，你毫不自豪！你哪门没打我？你打我屋里头的时候，我来拉架，你一把就把我推地上了。江小白，你是不是男人，连女人都打？江小白啊，有么姿势不能好好说，搞么姿要动手。你找刘家兄弟就找他们仨，朱艳萍一个女的，你哪门还跟他动起手来了？就是仨，连女人都打，真是30里玩龙灯，越玩越倒数。有了众人的帮腔，朱艳萍闹得更凶了。天杀的江小白，你哪门不把我打死？打死我算大！江小白，你连女人都打，你还有么姿势做不出来？你说打了就打了，老子还在乎打不打女人？你他妈再好，老子扒了你的衣服挂到柿子树上去！众人都头皮发麻，这才想起江小白原本是个二流子，他耍起狠来，么姿势做不出来。师国媳妇儿，你赶紧站起来，莫闹大。是啊，你跟江小白闹个么姿，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？快点起来，这让他把你挂到柿子树上去啊！朱艳萍原本是看乡里乡亲的都在才敢撒泼的，可听到江小白说要扒了他的衣服，再挂到柿子树上去，他就吓得半死，好也不敢好了。小白，你莫打人的，有么姿势好好说。放心，我先不打他。刘师国，你有么资可以当到我说？去欺负我老婆，算么资回事？你媳妇儿低价收了我的小洋芋，我就是去找她去理论2句，哪门就欺负她了？不，你媳妇做得出，我还说不得了。我的老婆，你就是说不得，你说一回我就打你一回，你下次再敢说，我把你一口牙齿都打掉。你敢说第3回，老子拔了你的舌头，看哪个还敢嚼舌根子。话是对着刘师国说的，却环目四顾，目光从场坝里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，众人都不自觉地低了低头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江小白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你打我，我要去派出所报案，让公安抓你坐牢。行啊，你去报撒，看你跑得快还是我追得快。老子敢说，分分钟追上弄死你。就算到时候老子吃花生米，你坟头都长草了，你也看不到。反正是你先死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来哪门试？试试命就没得了。我打了你，你服不服？打不赢你。先前打你，那是你该打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觉得卖给我的小洋芋价格低了？是低了。江小白点了点头。你要是觉得低了，那也是你自己认了的。买卖的时候你情我愿，没的人强迫你，还是你自己把洋芋背到我家的。那个时候不晓得1斤小洋芋可以卖到8毛钱。呵呵，小洋芋8毛钱1斤，你卖得出去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不行。不就是用辣椒面过油做点酱料，放点酸萝卜丝，把炕洋芋拌一下吗？那个不会做。那行，你既然有那个信心，那我退你475斤小洋芋，你退我2块3毛8分钱，你自己去做炕洋芋卖。我只是想加点钱，我又没得钱去置办一套锅啊煤炉子的，更没得空跑到城里卖炕洋芋。呵呵，我告诉你，加钱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准备好钱，我一哈把475斤小洋芋给你送过来。哪个给我卖475斤小洋芋？连问几声都没的人作声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答应给江小白卖小洋芋，那不是得罪刘师国吗？更何况，大多数人在得知江小白1斤小洋芋能卖到8毛钱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都还是希望江小白能再加点钱的。谁卖我475斤小洋芋，还是5厘钱1斤。从明天早上起，我再收小洋芋就是3厘钱1斤。你们不卖也没得关系，我开拖拉机到隔壁村去收，多的是人愿意卖。价格之所以降到3厘钱1斤，你们要怪就怪刘师国吧。小白，我屋里头有小洋芋，你需要就来背就是，不要钱。韩木匠家离刘师国家不远，而江小白又是高工价找他做活路，又还把女儿小芳带进城里做事，1个月给75块钱工钱。
75块钱一个月啊，比城里工人的工资还高3倍。谭木匠哪里还在乎475斤小洋芋的几块钱？谭叔，谢了，妮儿帮我称475斤。谭叔，妮儿说小洋芋不要钱，我就不给了。麻烦妮儿再给我帮个忙，称好了帮我背过来，我给妮儿50块钱的背工费。所有的人都像听傻了一样。要不的，要不的。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0丈。谭叔，妮儿给我面子，我自然也给妮儿面子。但是如果不是我愿意给的，一个字都别想，哪个敢跟我使坏，我剁了他的手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江小白那个人顺到他哪问都好，如果忤逆他，真没腰子好果子吃。小雷，你去找你嫂嫂拿50块钱，说是我要的。好的，二哥，今晚二哥实在太威风了，打刘家兄弟屁滚尿流，连撒泼惯了朱艳萍，也被收拾的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为人不识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。嫂子，二哥说喊我找你拿50块钱给他。拿50块钱搞么子？你二哥答应给刘世国兄弟涨价了吗？没涨价，二哥把刘世国和刘世明都打了一顿。啊，打得很不，是不是要钱赔医药费啊？都怪自己没讲清楚，让二嫂误会了。江小雷急忙简单的几句把事情讲了一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二哥有没的事？没的事，没的事。快送去了，叫你二哥早点回来。好嘞，二嫂，我晓得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你受欺负的时候我没能在身边。我没事，你以后别动不动就打架了，万一伤着自己哪门搞？我听老婆的，以后绝不主动惹事。哼，以为跟陈老大搞到一起就可以从我碗里分食？这回老子要让陈老大大出血。接下来2天，生意依旧火爆，新店装修也进度飞快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江小白刚去食品批发公司会，就见所有人都脸色不好。你们都怎么了？哎，那边有人也卖起了抗阳玉，这不是抢我们的生意吗？就这么点事，看把你们愁的。没的事，做生意嘛，有竞争是正常的。只要我们的抗阳玉好吃，还怕卖不出去吗？话虽这样说，不过他还是想知道是哪个这么快就开始分方玉。来，好吃的抗阳玉比对面的还便宜5分，只要3毛5一大碗啊！好家伙，居然还是熟人！刘世国、朱艳萍，你们还真卖起抗阳玉了？就兴你一个人卖抗阳玉，我就不能卖？行，怎么不行？江小白看了一眼朱艳萍，小洋芋倒是抗得不错，金黄的，但他用的蘸料就只有干辣椒面和蒜粒、姜末。就这种蘸料，这样拌的抗阳玉也能卖得出去？老板儿，你这里的抗阳玉是不是只要3毛5？是的，我这里抗阳玉3毛5一大碗，您要几碗？3毛5啊，那好，给我来1碗，多给几个。青年爹迫不及待的用竹签子戳了一个放入嘴里。你做的抗阳玉跟对面做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味道，我要退钱。都是抗阳玉，都是放辣椒酱拌的，味道怎么不一样了？就是味道不一样，你做的抗阳玉一点儿也不好吃。小伙子，他们家的抗阳玉贵是贵了点，放了辣椒酱拌着吃，味道也还行啊。就是别人都说好吃，就你一个人说不好吃，你是不是故意找茬？你是没吃过对面老王茶馆那里的抗阳玉，那才叫好吃。他拌的抗阳玉跟屋里头做的没的区别，亏我还花3毛5买，5分钱我都不愿意买。你不愿意买，有的是人愿意买。那你把钱退给我。你吃都吃了，还想退钱？我看你就是想白吃。那青年还在争辩，这时却从后面走来一个身形高大的汉子。兄弟，想白吃可不行。你又是谁？这个摊子是我罩着的，你要想闹事，看看你骨头硬不硬。我没想闹事，就是觉得他抗的洋芋不好吃。好吃不好吃，还不是你嘴巴一张。你既然付钱买了，就吃你的洋芋，莫在这里闹事，影响我们做生意。好，我走。行了，安心做你们的生意，有我郑大彪看着，没个哪个敢闹事。就说刘世国哪里来的钱置办家伙时卖起抗阳玉来，原来他是和陈老大搅和在一块。江小白看了半个多小时，感觉索然无趣，就回到自己的摊子。有的顾客跑过去买了。要不我们也卖3毛5吧？莫担心，他们的生意做不长久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晓不晓得是哪个在那边卖抗阳玉？我哪里晓得？江小白将在对面观察到的事说了一遍。照你这样说，他们用的蘸料根本不行，在我们这里吃过的顾客去那边买便宜的，吃了肯定会后悔的。王平和冯艳红也才稍微安心。这边一切如常，到了下午5点，江小白一家3口准时回家。小白，你晓不晓得刘世国家也在收小洋芋和竹签子了？哦。他们收好多钱一斤，刘世国出6厘一斤，你说只给3厘，他出6厘，明显的是打你的脸。现在湾里的人都说你不地道，说刘世国的好，怎么办？爸，您给湾里和附近几个村，特别是唐山村的人传个话，就说我从明天晚上起，3天内大量收购小洋芋，1斤4毛钱。什么？你不是疯了吧？小洋芋1斤4毛啊！我做成抗阳芋卖，1斤差不多卖到8毛，就算4毛1斤收来，也还有对半的利润呢，亏不了的。那也不用涨这么多啊！你跟刘世国一个价。或者比他高一点，7厘8厘的都行。爸，您听我的，就是一定要今天晚上就把消息传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莫让他们把小洋芋便宜卖的。江海洋愣愣地看了江小白一眼，有些搞不明白，为什么非要今晚就必须把消息传遍？哎，管这个背时儿子怎么搞，自己负责把消息传出去就是了。你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？我啊，打算给湾里人搞点福利。哎。
搞福利。以前小洋芋都卖不出去，这一下听说一斤卖到4毛钱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全都拿出来卖了？那肯定啊，一家几百斤，每家不都能卖100-200块钱？那不是福利是什么？你出4毛一斤，刘师国只出6厘，那他是不是收不到小洋芋了，就没得人跟我们抢生意了？哈哈，老婆，你真聪明。林佳音被他说的脸上一红，赶紧去开门。哼，以为跟陈老大搞到一起就可以从我碗里分食，这回老子要让陈老大大出血。我信你个鬼！老大，我回来了。老大，给你427块，刘师国夫妇的抽成已经给了。多少？427块。老大，我们明天再多拖点小洋芋进城，今天拖的都卖完了。陈老大却是脸上一苦，他不确定今天能卖出去多少，因此白天根本就没收小洋芋。某日的江小白，你跟老子玩阴的！怎么了？陈老大将事情说了一遍，郑大彪也是大急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没了小洋芋的话，明天就卖不了了。马德，我们也加价，连夜收。那我们也出4毛一斤。不，我们出4毛5一斤。江小白想出4毛一斤，让我收不到小洋芋。好没的人跟他抢生意，我偏要比他还多出5分，让他收不到小洋芋。老大，我们花这么高的价格收小洋芋，利润就不大了。3毛5一碗，算下来一斤小洋芋差不多卖到7毛钱。就算是4毛5收的，一斤我们还可以赚2毛5。天底下哪有比这还赚钱的生意？江小白之所以放出话，4毛钱一斤只收3天，就是想把我们搞垮后，他再叫回原价。同样的，我只要把他拖3天，他的抗洋芋生意也没得当。到时候青州城就我一家卖抗洋芋大。老大，我们只怕拖不垮江小白，他除了抗洋芋之外，还在卖自冬瓜红烧肉和冬瓜烤五花肉片。狗屁红烧肉、五花肉，他卖的就是冬瓜，取个名字唬人的。冬瓜没得几天就下架了，不像小洋芋保存的久，我们击垮他的抗洋芋生意，他就是秋后的蚂蚱，瞪得不了几天。那行，我听老大的，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好，你晚上就带人去各个村连夜收小洋芋，有好多收好多，3天之内绝对不要让江小白收到小洋芋。我来弄饭，你去给早上打招呼卖小洋芋的人说哈，让他们明天一大早送到毛马路上。要的，青山，明天打早就把小洋芋背到毛马路边去，有拖拉机来拖。然而，当刘师国一家一家的问到最后，根本没人愿意卖小洋芋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人家现在都不把小洋芋卖给我们，不回来做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就不卖了呢？刘师国愤愤地说了江小白4毛一斤收小洋芋的事。那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莫打圈圈？我看到搭的紧。刘师国，你就晓得吼我，有本事你凶江小白去啊！此时郑大彪却突然来了。郑大哥，你怎么来的？我还准备吃一口了去唐山的。老大怕你这边稳不住，叫我来跟你说一声，连夜收小洋芋，4毛5一斤，有好多收好多，莫让江小白收到一个小洋芋。一时间，整个江湾都不容易。刘师国这么做，分明是不让小白收到小洋芋。我看他就是不长记性。大哥那天没把他打狠，敢挡大哥的财路，我去收拾他。你个背时儿子，给老子站起！打人就能解决问题，你打得赢几个？怎么别的不学，把你大哥的那些烂德行都学起的？可是，大哥好不容易走上正道，靠卖抗洋芋赚到了钱，如果他买不到小洋芋，抗洋芋的生意就做不下去，我怕他又走回老路。爸，要不跟大伯和几个堂叔伯都说一声，叫他们莫把小洋芋卖给刘师国了。我先去老二那里看下。我也去。江小白吃过晚饭后，就一直在造屋做明天要用的秘制灵魂蘸料。林佳音想学，江小白自然不会拒绝。两人腻歪在造屋里，一个认真学，一个手把手教，浑然忘我，对外面的事毫不知情。爷爷，直到江山喊人，江小白和林佳音才看见江海洋冷着脸走进来。爸，您怎么来的？你还真是心宽，人家刘师国4毛5一斤，都快把湾里头的小洋芋收完大。哦，我晓得的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，真不知道你个背时儿子要怎么办。要不我们也4毛5一斤，先收点儿。再加价就没的意思了。我先去找他说道。你又准备去打人是不是？前天打刘师国还占点理，今天去打人连个由头的没的。你莫冲动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就是去找他说，不是去打架的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要是君子动口不动手，那前天是哪个动的手？大哥，打刘师国的话，我给你帮忙。帮你个头！湾里就巴掌大个地方，很容易就在江海洲家找到了刘师国。江海洲与江海洋共一个爷爷，算起来江小白要喊江海洲堂叔。小白，你怎么有空来的？见到江小白，江海洲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前不久江海洋才跟他说了的，让他把小洋芋卖给江小白，结果食言了。他作为长辈，见到江小白自然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来找刘师国。哼，这男人咋就一点也不害臊呢？你找我什么事？
你故意把价格抬得这么高，是不是专门跟我作对？我定我的价格，关你屁事！刘师国，生意各做各的，我们用不着抬价。要不你和我都退一步，就按4毛1斤收，行不？江小白，你这是在求我吗？生意各做各的，我就是要4毛5一斤收。我告诉你，不仅是江湾，在唐山、白杨、万寨、青龙山，每个村陈老大都派人去收了，你1斤小洋芋都莫想收到。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？我就是要把事情做绝，你能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哼，我看你是皮又痒了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江小白，你可别乱来！我现在有陈老大罩着，你敢动手试试？江小白，做生意就讲做生意的规矩，竞争不赢就打人，哪算做哪门子的生意？刘师国，现在我罩着，你想打架的话，我和几10个弟兄奉陪。你个背时儿子，先头怎么跟我说的？是不是又准备说话当放屁？你给老子滚回去，莫在这里丢人现眼！行，今天我给你面子，我就不信我硬是收不到小洋芋。各位乡亲，家里有小洋芋的就赶紧装起来过秤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都是4毛5一斤。众人都一阵欢呼，把刘师国销售自己。江小白回到家里，继续做他的秘制灵魂蘸料。你怎么就这么淡定？淡定吗？没有啊，我平时不都是这个样子的？哎，不对，你很不对劲。你这么淡定，肯定憋着什么坏。难道你希望我冲动？跟你说正经的，你别老是吊郎当。我哪里不正经了？哼，这男人咋就一点也不害臊呢？难道我真的去和他打一架？不值当。林佳音愣住了，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江小白不屑打架，这让他很欢喜。就算买不到小洋芋，我们还有冬瓜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的抗洋芋生意不会受影响的。你果然是憋着坏，快说你到底打什么主意？老婆太聪明了，什么都瞒不住。江小白在屋里头没的，是青山哥，你这么有空到我雷里来了？我来是跟你说哈，我的小洋芋卖给你，不卖给刘师国。刘师国出的价比我高5分，青山哥你不卖给他，这么还要卖给我？你以前虽然是个二流子，但大叔和小芳跟我讲了你的事，我就晓得你是真的在走正道了。刘师国有点小聪明，平时爱占小便宜，这都没得什么，但是他这回收小洋芋是跟陈老大搅和在一起的，我觉得不是好事，说不定到时候会出幺蛾子，所以哪怕1斤便宜5分钱，我还是宁愿把小洋芋卖给你。青山哥，谢谢你相信我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把小洋芋卖给刘师国，1斤多卖5分，那可是不少钱。难道你不收小洋芋了？当然收，不过几毛钱1斤，我可收不起啊！你不是说4毛1斤收的吗？话是我说的，不过我说的是从明天晚上开始收啊。青山哥，照刘师国今晚收小洋芋的势头，你说到了明天晚上，我还能收到小洋芋吗？你是故意散播高价收小洋芋的消息的，好让刘师国，不是让陈老大加价收。青山哥，你信任我，我也不瞒你。刘师国看我卖抗洋芋赚了点钱，眼皮子浅，就伙同陈老大在城里也卖抗洋芋，但他们的抗洋芋味道不行，卖个2、3天后就卖不出去了。陈老大平时祸害乡里，我故意放出假消息，让他高价收小洋芋，就是要从他身上割肉，就当是为乡里乡亲的搞点福利。谭青山愣愣地看着江小白，心里对他又是佩服又是感激。他佩服江小白的心思玲珑，感激江小白信任他，将这么机密的事都说给他听。其实谭青山有点想多了，江小白主要是说给老婆听的。所以青山哥，你还是把洋芋卖给刘师国吧，陈老大的钱不坑白不坑。就怕真如你所说，他们的抗洋芋卖不出去了，收这么多小洋芋砸在手里，他们会搞事的。青山哥你放心，陈老大这次为了断我的财路，在几个村子里都疯狂的收小洋芋，卖给他小洋芋的人越多，他就越不敢怎样。那行，我听你的，哪怕受气也把小洋芋全都卖给刘师国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白，小洋芋的成本从5厘涨到4毛5，那我们的利润岂不是更少了？放心，他们买多少小洋芋就砸在手里多少，我们又不是傻子，干嘛跟他们拼着花高价收小洋芋？下午你去找嘉禾哥，请他帮忙，在他老家那边收2车小洋芋，我们还是出5厘钱一斤。对啊，江湾便宜收不到小洋芋，但别的地方可以啊。今天我们少卖点小洋芋，到中午的时候就不卖，对外就说小洋芋用完的，今天去收，明天再继续卖。这样一来，想吃抗洋芋的在我们这里买不到，就会跑到刘师国那里去买，结果吃了不好吃，以后就再也不会去了。而且我们的老顾客去的越多，他们的口碑就越差。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刘师国和郑大彪都误以为他们的生意比昨天还好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更不会让我收到小洋芋了。你太坏了，给人下套还不够，还要把套加固，让别人取都取不下来。我可没让他们高价收，都是陈老大自己的决定，是贪婪指引他自己掉坑里去的。人啊，往往都遏制不住贪欲，而贪欲一旦胜过理智，那离毁灭也就不远了。刘师国他们卖3毛5一碗，我们卖2毛钱一碗，这个活动一搞，他们肯定卖不出去。随着江小白的计划实施中，今天刘师国这边的生意特别的好。今天的生意这么好，
怎么一下子多赚600块钱？老大，今天中午江小白的小洋芋就卖完了，他的那些顾客都跑到我们这边买来了。好，继续在这几个村子里烧，硬是莫让江小白收到一个小洋芋。老大，我们的钱不够了。那也继续收，我让四眼送我进探城，让我姐夫再拿点钱，拿回来了喊四眼给你送去。还有，你不是给刘世国抽成了吗？去给他说，要他把钱也先拿出来收小洋芋。什么？要把抽成给我的钱也拿出来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郑哥，家里没的什么钱，有好多你就拿好多，这些钱都是去收小洋芋的，明天卖了就一起给你。昨晚拖了2拖拉机小洋芋回来，5厘钱一斤，一起6000多斤。那我们今天怎么做？还是只卖半天？不，今天我们搞优惠活动，卖1碗送1碗，不管顾客买什么，都送1碗抗洋芋，只限今天。那不就是相当于2毛钱一碗了？刘师国他们卖3毛5一碗，我们卖2毛钱一碗，这个活动一搞，他们肯定卖不出去。怎么搞的？今天没的什么生意？昨天这个时候都卖了100把块钱出来了，今天却才卖了20-30块钱，不对劲。是不是因为你弟弟来了，他不带财？不应该吧？要不我去斜对面看看。你别去了，让你弟弟去。朱艳萍又一脸哀怨地瞟了一眼刘世民，她总觉得今天生意不好，就是刘世民不带财的原因，想着把他支开。不好了，江小白那边好多人在买抗洋芋，他们说在搞什么活动，买1碗送1碗。你个憨憨猪脑子，难怪今天我们生意不好，就是你这个祸害，不带财还不说，还破财啊！刘世民被骂得一脸懵逼，不知道嫂子为什么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很快在青州路附近传开了。刘世国和朱艳萍的抗洋芋根本无人问津，一上午就没卖出去几碗。这如何是好？师国，你脑瓜子灵，赶紧想想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人家价格比我们便宜那么多，客人自然都跑他们那边去买了。那要不我们也降价，卖2毛钱一碗。我们收的小洋芋是4毛5一斤，一斤小洋芋还做不到2碗抗洋芋，你卖2毛钱一碗，那不是要亏死啊？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坐镇场子的郑大彪也坐不住了，到了下午，眼见硬是没的生意，郑大彪只好让把摊子收了。大彪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老大，我们完了。你说什么？郑大彪赶紧将今天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大，照这个架势，我们的抗洋芋以后只怕都卖不动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陈老大也有点慌了。这2天为了收小洋芋，他不仅把这些年积累的身家全部押上，昨晚还进城找姐夫马东来借了3000块。我操！老子被江小白那小子阴了。他能混到今天的位置，脑壳也不笨，冷静下来后也就大概想明白了，这是典型的灯下黑。江小白就是利用人性的贪欲蒙蔽了自己的双眼。我们一共收了多少小洋芋？一起有6万多斤，其中4万多斤都付了钱，放到刘师国和几个兄弟屋里的。另外还有将近2万斤，64户人家一家给了10块钱的定金，说好了过2天拖的时候结账。哎呀，完了，这么多！老大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肯定要江小白给个说法，敢坑老子的钱，老子要他的命！警官，前2天卖了小洋芋的，每家少的有100把块，多的有200-300块，手里有钱了，湾里的人都高兴，纷纷喊张屠夫杀猪。做晚饭的时候，整个湾里都飘着肉香。小白、佳音，你们回来了。青山哥在吃肉啊，好香啊！香，要不要来吃一口？我就不来吃了。你吃肉可别忘了刘师国啊！要不是他出那么高的价买小洋芋，你哪有钱买肉吃？刘师国是好人呐，我肯定记得。小白、佳音回来了，你们每天带着珊珊，她习惯不？我喜欢跟爸爸在一起。珊珊真乖，来我家吃饭，今天做了红烧肉。我天天吃红烧肉，不想吃了。爸爸说今晚给我煲老鸭汤喝。小孩子没心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廖婶儿，谢谢您了，您吃肉可别忘了刘师国啊。一路上逢人打招呼，江小白都会给刘师国发一张好人卡。回到家吃过饭，忙完一切，正在准备秘制灵魂蘸料时，江父和江小峰跑了进来。你个背时，儿子又怎么惹到陈老大了？他带了10几个人过来了。呸，说的你自己像个好人似的。陈老大，你想干什么？江海天，江湾村长，亦是江小白大伯。江村长，我今天不是来打架的，我只是来找他要个说法。你不是来打架，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？江村长，你们江湾的人太凶，我带点人只是自保，如果真打架，我们就带家伙了。你找我要什么说法？你故意放出假消息，说要4毛钱一斤收小洋芋，坑了我几万块钱，难道你不敢给个说法吗？哪个说我放的是假消息？我是要4毛一斤收小洋芋啊，可是我收不到啊。哪个屋里头还有小洋芋？我出4毛一斤收。众人一阵哄抢，我屋里的小洋芋都4毛5一斤卖了。我也是啊，刘师国出4毛5一斤，你只出4毛一斤，我是不会卖给你的。
你看，不是我不收，是没的人卖给我。我说那么多，反正这是摆明了是你坑的我，你要给我一个说法。我没的什么说法给你，硬要一个说法的话，那我就代表江湾人感谢你。你和刘师国出那么高的价格收小洋芋，他们今天下午家家户户都吃上肉了。我就是说，怎么小洋芋一下这么高的价格了？原来是陈老大要抢小白的生意，小白故意搞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么简单，你还想不明白啊？陈老大想让小白买不到小洋芋，才4毛5一斤收我们的小洋芋的，结果他现在发现上当了。这样啊，那小白真是做了一件好事。江湾里的人这时候也大多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一个个看向江小白的目光都不一样了。陈老大听到这些话，心都在滴血。江湾这些人吃的肉可都是他的钱啊，吃的是他的肉啊。江小白，你坑我是事实，你也晓得，以我的脾气，这是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想怎么办？2条路，你选1条。我选第3条。什么路？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混社会，我过我的独木桥卖烤洋芋，从此两不相干。你就当花钱买的教训吧。江小白，你消遣老子？消遣你不至于，只是告诉你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。如果你胆敢继续招惹我，那就是自寻死路。江湾里的人也都一个个惊讶地看着江小白，他们以前只知道江小白在外面混得凶，打架不要命，是个狠人，但此刻他们感觉江小白虽然话说得凶，但整个人身上都透着一股子强大的自信和威严的气势。陈老大被江小白的气势所胜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心里知道今天的谈判崩了。江小白，我之所以开出2条路让你选，是不想把事情做绝，但你既然不识抬举，那就走着瞧。行，希望你不后悔。我读书少，写不来后悔2个字。在江湾，我确实动不了你，但你能一辈子躲在江湾，哎呀，你还是做不成生意。还有就是，你媳妇长得很好看，女儿也很可爱，希望他们像你一样硬气。我们走。站住！怎么还想留我吃饭啊？江村长，难道我只是从江湾路过，你还敢带人把我们都打一顿不成？陈老大有恃无恐，只要他不先动手，江湾的人再多也不能拿他怎样。陈老大，你来见我之前是去见个什么人吧？有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江小白知道陈老大有个姐夫叫马东来。没错，我确实去见了我姐夫。怎么现在小的怕了？我姐夫说了，2条路你选1条，就算和他交个朋友。你要是1条都不选，那对不起，你麻烦了。果然如此。马东来，陈老大的姐夫，青州市八角亭街道派出所的所长。陈老大以前犯事全是马东来帮他摆平。江小白最恨的就是那些吃着人民俸禄却不干人事、混在公权机构的主张。上一世，马东来和陈老大勾结敛财，最终双双锒铛入狱。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姐夫怎么和我交朋友。算你识相。你听不懂人话，那就给马东来带句话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和我姐夫叫板？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骑驴看唱呗，走着瞧。看来那件事要提前了。多谢各位叔伯兄弟又过来帮场子。我们这才晓得，你是为了大家得罪陈老大的，帮你是应该的。是啊，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好处，帮你是应该的。小白，别怕他陈老大，有我们大伙在。对，在江湾，陈老大休想找你的麻烦。江小白再三致谢，让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。在湾里我们可以护着你，可你每天进城做生意落单了，小心陈老大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要不这2天你先不要进城了，避避风头。大伯、爸，你们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要不听爸的，这2天我们不进城了。你和珊珊这2天就别进城了。我是说你也不要去了。江小白看着林佳音焦急忐忑的神情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老婆这是担心我了啊！我不进城的话，正好遂了他们的愿。可是他们那些人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我好怕。老婆别怕，这个世上有些麻烦并不会因为害怕就不会发生了，而是你越怕它就越会发生。所以当遇到麻烦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面对，把麻烦解决了，从此才可以安心。理是这个理，可是林佳音一颗心还是七上八下的。好了，老婆别担心了，陈老大那些坏人真没什么好怕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坏人怕好人的，哪有好人怕坏人的？嘿，说的你自己像个好人似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要跟他商量一下的。次日，江小白刚出青山镇不久，就看见前面一辆吉普车停在路中间。同志，帮帮忙！同志，怎么了？同志，我车坏了，能不能用你的自行车先把我妈送到市医院？这里离城里还有10多里，老人现在的状况连自行车都坐不稳，就算我推车，你扶着他，只怕要个把多小时才能到城里。那也比在这里干等的强，麻烦你帮帮忙。要不我先帮你看看车是什么问题，如果能修好的话就省事了，修不好再按你说的办。同志，你是修车师傅？我不是修车师傅，但如果问题不大，一般还能解决。那好，你帮忙看看。上一世，江小白开过一段时间修理厂，也算半个师傅，没多久车辆就被修好了。
同志，你试试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同志，你可帮了我大忙，还没问你怎么称呼。小事，莫客气，我叫江小白。我记住了，我先送我妈去医院，回头再找你。今天嫂子和珊珊怎么没来啊？天天两头跑辛苦，我让他们在家休息几天。早出晚归，每天几十里是有点辛苦，要不你在城里买个房子吧，免得每天两头跑。等手里的钱够了再说。今天的生意你们先忙着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去忙你的就是。江小白径直去了城南。昨晚他仔细回忆了上一世的记忆。马东来案发后，媒体曝光的信息中有披露，马东来在他的辖区培植了多个势力，既当幕后老板，也充当保护伞。江小白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些地方，只能自己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证据。没想到在饮料门市这里看到了一个汉子黄富海，马东来手下的头号马仔。江小白等他走出10几米远，不着痕迹地尾随而去。两人一前一后走入腾达饮料厂旁边的四维街。这里应该就是黄富海开赌场的地方。江小白心里一喜，找了一个好的地方藏身，耐心的等待。江小白跟踪黄富海，一直到晚上8点，直到见到黄富海和马东来在小饭馆见面，江小白才撤退。这么晚了，要不今晚就住我家吧？算了，不回去你嫂子会担心的。我这里忙得过来，你去和爸妈他们打牌撒。我不喜欢打牌，帮你烧火，顺便跟你说个事。招娣，你有什么事还专门找我说？现在地里的苞谷都种完了，水田里也没得什么活路，一天在家这么清闲着也不是个事。我就是想问哈，可不可以跟你和大哥一起进城，给你们帮帮手？这点事儿你还用背到爸妈专门和我说？其实你不跟我提，我还准备找个时间问你的。怎么说？你们还需要找帮手？你大哥准备卖卤菜了，这几天在装修店子，等开业的时候，现在的人手就忙不过来了，所以打算还请2个人。既然你们还要请人，那我去。这是你和小峰商量了没的？我去给你们帮工，反正早出晚归，他肯定同意，不用商量嘞。这回不一样了，小白说等店子装修好了，就实行什么员工管理制度，说要在城里租个房子当员工宿舍，所有员工包吃包住，1个月只放4天假，平时是不让回家的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要跟他商量一下的。不急，店子还要几天才能装好，你找时间和小峰商量一下就是。我晓得。随着饭做好，左等右等不到江小白回来，大家只能先吃饭。这顿饭桌上的菜虽然丰富，但大家都似乎没什么胃口，匆匆的就吃完了。眼见到了7点多钟还不见江小白回来，人人都有点坐不住了。我和小峰去接一哈。父子3人一直赶到青山镇，也没见到江小白。江海洋的脸上很焦急，这个背氏儿子，老子叫他这2天不要进城，他硬是不听话。大哥，是不是你？爸，小峰、小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个背氏儿子，这么晚不回家，还好意思问我们怎么来了？爸，对不起，今天有点事情耽搁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有什么好担心你的？我是看佳音担心才来找你的。口是心非，也不晓得是哪个一路上忧心忡忡的。你个背氏儿子，也不让人省心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了就好。爸爸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我想你了，抱抱。哦，我的小乖乖。你吃饭了没的？今儿忙了一天，还真没吃。锅里热的有，我给你拿。吃完饭，他让林佳音先睡，自己在堂屋把今天摸的情况写成一份详细的材料。第2天，江小白就带着昨晚写的材料向市公安局走去。上一世，他跟青州市公安局并未打什么交道，只从新闻看到过破马东来案的是一名叫任昌霞的副局长。不过令人惋惜的是，那位任副局长在那次抓捕任务中遭遇持有枪支的黄富海反抗，从而壮烈牺牲。但愿这次不会像上一世一样。同志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是您啊，我来是想拜访一下任昌霞副局长。你认识任昌霞？找他有什么事？不认识，只是听说他是个好同志，我有个线索想提供给他。我们公安哪个不是好同志？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提供个线索还指名道姓的找人。那你跟我来吧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哦，你就是任昌霞同志？嘿，先还喊副局长呢，怎么见到了刑警大队就改同志了？你说你这个同志，人都不认识我，还给我封官粮。乍一听，我还以为局里面时候来了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副局长。您当局长那还不是早晚的事？你以为公安局是你开的？说哪个当局长就当局长。好了，我记得你叫江小白，说吧，你说要提供线索给我，是发现了什么？好消息，去你的好消息！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好消息。这是我搜集到的一些材料。任昌霞不由得正视起来，随着他一页一页的看下去，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。你确信材料上都是真的？地址和主要人员我都写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真的？任队长去查一下就知道了。事关重大，我会立即亲自去调查的。作为报案人，你留个地址，我好联系你。江小白也希望早点知道案情进展，当即把3餐美食店的地址给了任昌霞。
昨天的事谢谢你了，本来打算过2天去找你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又见面了。现在我也不留你了，我要先把这个案子查一下。任队长，你们抓捕的时候千万小心，说不定他们手里有枪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枪？我的感觉一向很准。我晓得的。祝任队长早日破案。怕是要下雨了啊！好久没下雨了，看这阵仗，下起来的话怕是不小。今天早点把摊子收了吧，真下大雨，怕是没得人出门。行，既然他不识抬举，那我们也不用客气。我们该怎么做？一个人要把生意做好难，但要把一个人的生意搞垮，那还不简单。也是，我等会就带几个人去把他的摊子砸了，他摆出来我就砸，看他怎么做生意。除了砸场子，你能不能动点脑子？对这个旧老官，他也是头疼，执行力还是不错，就是做事比较粗暴，容易捅娄子，不堪大用。你今天莫管他，让他以为我们不找他麻烦了。等他放松警惕后，你明天下午再找几个生面孔去他们那里买抗阳玉和冬瓜吃，然后就让那些人说吃了他的东西肚子疼，这样就有理由砸了他的摊子。这个主意好，既坏了他的声誉，又师出有名，应是要得，就这么办。砸，你就晓得砸，真是指望不了你。姐夫不砸他的摊子，那你叫我找生面孔去买他的抗阳玉做什么？你让他们去之前吃点泻药或者大补的东西，等他们吃了江小白的抗阳玉就喊肚子疼，最好还流点血什么的，然后就闹事。还不是跟我说的一样？你给我记好了，千万不要打砸，只要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。到时候我会安排人把他们抓起来，等进了局子，我说他使用毒阳玉也行，说他投毒也行，一切就由我说了算，安个罪名判他几年。等他进去了，抗阳玉的生意还不是你的。姐夫，难怪我姐老说你厉害，你是真厉害，我服了。江小白跟老子玩，你还嫩了点。老大，看样子是要下雨的。别说下雨，就是下刀子，也阻止不了江小白今天进局子。10几个人到地方一看，毛都没有一个，人都不在，还搞个屁！10几个人都带着怨气而来，又带着更大的怨气往回赶。这场雨下了1天多，就停了1天半，老顾客都馋了。小白，你出来哈，有人找。社长，你又怎么来的？嘴馋了，来打打牙祭。那行，今天我请客，请您吃个够。开玩笑的，老弟呀，你不声不响的办了那么大的事，居然事先不给我打个招呼。社长，您说的什么？我都不晓得。跟我走，我们边走边说。经过和傅德正交流，江小白才知道，原来任昌霞根据他提供的材料，经过2天的调查，确认了江小白提供的材料全部属实，并于昨晚10点布置警力进行抓捕。马东来、黄富海、陈老大等人全部落网，一举端掉了马东来犯罪团伙的所有窝点。任队长呢？他没事吧？任队长左臂中了1枪，受了点伤，不过没有大碍。你骑摩托车回来的？你不会是买了一辆摩托车吧？2个好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林佳音顿时感觉有点眩晕，江小白多半买摩托车了。这哪是什么好消息，分明就是噩耗。你能有什么好消息？说吧，买摩托车花了多少钱？老婆，我买的是旧摩托，只花了100块。你真的100块钱买的？因为是买的旧车，需要更换一些配件，免得在路上坏，所以找李光荣了。大约需要多少钱？可能估计几千块吧。什么？几千块？江小白，你买摩托车只花100块，修车要几千块，你100块就只买了个摩托车架子啊！老婆，别生气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去你的好消息！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好消息。老婆，陈老大被抓了。自从上次陈老大来了后，这几天江小白每次进城，林佳音都在家担惊受怕，生怕他出什么事。这下突然听到陈老大被抓了，他一颗悬着的心才陡然落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明天报纸上就应该能看的新闻。这还算一个好消息。那也就是说，明天我可以和你一起进城了。嘚瑟个什么？你们就等着陈老大收拾吧。腰杆儿细，屁股磨盘子大，你怎么不生个男娃儿？还不是生了个赔钱货，还挺起个胸，也不晓得羞。江小白载着林佳音和江山赶往城里，经过刘师国家时，朱艳萍对着江小白、林佳音骂骂咧咧。嫂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不在，我都像是没有主心骨。珊珊，几天不见，想表娘了没有啊？表娘好，小刚弟弟呢？这摆明了自己在小姑娘心里没位置啊。以后还要对她好一点，让她心中有自己这个表娘娘。林经理，早上好。林经理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林佳音回应说着，脸色微红，有点不习惯。都是你，说什么员工见了经理要主动问好。江小白讪讪地抹了抹鼻子，来，把昨天的账交给你。林经理在那儿，你应该向经理交账。你们不是2口子吗？把钱给谁不都一样吗？林经理，昨天营业额1起1727元7毛。辛苦你了。
老婆，我送你去银行。你不是说在店里所有人都要叫我经理吗？你怎么不守规矩？哼，扣5块钱工资。你是所有人的经理，但是我老婆，老婆要扣我的工资，扣就扣吧，反正我拿了工资也要上缴，就当扣你自己的喽。baby， 无耻下流，简直太无赖啊！王平，你对我不好。我怎么对你不好了？你看江小白去银行只有几步路，他都开车送佳音嫂子。这啥情况？江小白他是不放心嫂子一个人拿着那么多钱去银行。不开窍的男人，说了都不懂。那江小白还把所有的钱都给佳音嫂子呢。这好吧，我们家以后你管钱，我所有的钱也都给你。这还差不多，好好跟你表哥学学。冯艳红满意的笑，扭着身去干活去了，留下王平一个人呆立原地。江小白，你把我害惨了。江小白把林佳音从银行送回来后，就去找李光荣了。老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接下来，两人投入到偏3轮的改装大业中来，一直忙到下午，终于将偏3轮改装完成。老李，谢谢你了，要不是有你，我这车就是一堆废铁。要说谢，那也是我谢谢你啊，这次真是长见识了，跟你学了不少呢。你算一下，一起多少钱？一起960块。老李，交情归交情，你可不能做亏本的生意。你换的东西虽然不少，但也就250的发动机贵点，另外减震、化油器、火花塞和刹车片是新的，其他的配件都是我以前捣鼓的旧货，不值几个钱。那谢了，走，我们拿钱去。老婆，给我960块钱，把账给李同志结了。那就是你买的摩托车，摊子上收的钱都是零钱，960块给他数都要数好久。老李，你先在这里吃着，我去银行给你取大团结。不用那么麻烦，给我零钱就是。他平时给自行车补胎、打气，包括修理，也都是收的零钱。不过一天下来也就10件20块的，哪里一次性见过这么多零钱？不知不觉又忙到了下午。今天听好多顾客说，报纸上报道了青州市几10年最大的案件，原来这事是你揭发的啊！他们作恶多端，是自取灭亡，我不过是顺势推了一把。老婆，我去下大伯家。你怎么突然想去找大伯？有事吗？没什么事。你还说没事，没有事找大伯帮忙，你拿这么多东西。亲戚，不走不亲，没事就不能走动，加深一下感情嘛。前天下雨的时候，江小白说准备起新屋，难道他去找大伯是办宅基地的手续？起新房占山田，那是由村长批手续的。大伯娘，以前我不懂事，给大伯惹了不少麻烦，今天送瓶酒给大伯。小白，你太客气了。小白，你带的东西太贵了，赶紧拿回去。大伯娘，莫听大伯的，什么贵不贵重？我可是你们的亲侄儿，这是当侄儿的孝敬你们的。赵德荣瞥了江海天一眼，喜笑颜开的把东西放好，招呼江小白落座，又去给他泡茶，只把江小白当客人一样。江小白也没久留，与江海天和赵德荣闲说了一会儿话，就告辞离开了。小白现在真是懂事了啊！你不该拿的。为什么不该拿？他是你亲侄儿，以前惹了那么多事都是你擦的屁股，现在他懂事了，孝敬你，有什么不该拿？你晓得什么？这一条烟就要20块钱，这酒也是2块钱一瓶。啊，这么多钱，那怎么办？给他送回去。算大，收都收了，以后再说吧。这哈人情欠大了，以后不晓得怎么还落。回来啦，办好了没？你说什么办好了没？你去找大伯，不是办宅基地手续的吗？老婆，我还没给大伯说呢。我看你拿那么多东西，还以为你这次去是找大伯把手续办了先。哪有拿着东西就找人办事的？那样的话太功利，给人感觉不好。送礼不求人，那才叫送礼。平时把礼送了，把关系维护好了，真要求人办事的时候，反而不要送礼了，等事情办了再送礼感谢就可以。你怎么懂这么多？再说我以前混，没少给大伯他们惹麻烦，现在稍微好点，还没孝敬过他们，拿着东西就求他办事，会让他看扁我的。宅基地的手续不急，起新房也要等下个月，看看我们能分到多少钱。接下来几天，日子过得波澜不惊。江小白每天开着偏3轮，一家3口早出晚归，可把湾里的人羡慕惨了。这日，3餐美食店终于重新装修好。老板，这些卤菜怎么卖的？你想买什么卤菜都可以到店里去称。老板，卤猪头肉好多钱一斤？猪头肉2块2毛1斤，这么贵？您有所不知，卤半斤，肉进了卤水，1斤肉放进去卤完后就只剩下半斤了。您买1斤卤肉，我其实就赚2毛钱。我的卤菜是宫廷秘方，整整用了28种香料秘制成卤水，这样好吃的卤菜，以前只有皇帝老儿才能吃到，您吃的绝对还想吃。味道确实可以，能不能买半斤？当然可以，多少都随您的意思。那行，我今天先买半斤。好嘞，您回去后吃的时候蘸着蘸料更好吃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您拿着这个到外面摊子上可以免费领取1碗抗阳浴。顾客听了大喜，感觉自己赚到了。快到中午时，老板能出来聊哈吗？大哥，您有什么事直接说就是。现在顾客多，我怕一时半会走不开。我叫周长寿，是农机制造厂的。你的卤菜做的太好吃了，我想问哈，多买能不能优惠一些？您说的多买是多少？
我每天买3样卤菜，1荤2素，每种20斤。您买这么多是大客户，按说不该多问，可您说每天都买3样卤菜，我就感到奇怪了。不知我们农机制造厂有食堂，这些卤菜买回去既好吃又省事，食堂师傅还可以少炒2个菜。那行，我能保证每天按您的要求给您供应不同的卤菜。卤菜不像靠洋芋，肉在卤水中一进一出就折一半的程度，俗称卤半斤。我定的价格又不高，优惠的话就让我为难了。但我绝对保证分量充足，价格能降下来1点就降1点，不能降下来也无所谓，反正是单位出钱。那行，今天先给我切20斤猪头肉，把卤莴笋和卤腐竹各给我来20斤。领导，可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第一天开业，素菜的斤两准备的不够，那就把卤金针菇和卤海带也搞点，各来10斤。谢了，领导，您看这样行不？我直接用大盆装了，给您送到单位上去。那太感谢了，您是我们店的 VIP， 竭诚为您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。VIP 就是贵宾的意思。VIP 好。周长颂很满意这个称呼，洋气，贝尔有面子。送完餐回来的江小白遇见李光也来了。老弟，开业也不讲一声，你什么意思？不跟你说，你还不是晓得了？那也是我消息灵通。对，你是及时雨吗？下午5点，江小白和林佳音带着江山准时下班。今天店子正式开业，卤菜第一天上市，我们就提前走了，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是老板，要养成让手下人放手做事的习惯，不然以后事业做大了，你哪里有那么多精力亲力亲为？好像你当过老板似的，不过我还是心里惦念着。林老板，你就放心吧，不是还有王平和冯艳红在店里面吗？他们2个也是股东，会负起责来的。难怪你当时要坚持给他们分4成，原来你早就打主意当甩手掌柜，你怎么这么坏呢？我坏吗？没有啊，要不回去了，晚上让你看看我到底坏不坏。呸，爸爸不坏，爸爸是好爸爸。看你还当着珊珊乱说，要不我们也在城里租个房子吧，这样就不用每天早晚来回跑了，我们也可以多点时间在店里。老婆，我们还是回家里住吧，下个月开始我们就起新房了。至于店里的事，顺其自然就好，你莫太操心了。我也觉得每天回家好。珊珊，你为什么觉得回家好啊？回家每天可以坐车，还可以看见爷爷奶奶、三叔、娘娘、幺幺、幺爹和婷婷妹妹。要是不回家的话，我就见不到他们了，我会想婷婷妹妹的。珊珊说的真好，老婆，其实钱是赚不完的，我们每天早出晚归的也挺好的，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。我倒没什么，就是你每天很辛苦。我不辛苦，现在开篇3轮比之前骑自行车轻松多了。爸爸，我喜欢坐你开的车，这车坐着好舒服哟。珊珊喜欢坐车，爸爸以后买小汽车给你坐，更舒服。你这么宠着她，会把她宠坏的。我不仅要宠她，还要宠你。你有嘴不把门，珊珊还在呢，胡说八道什么？珊珊，你说爸爸是不是应该宠妈妈呢？爸爸宠妈妈，爸爸也要宠珊珊。嫂子，我是我哥。不对，嫂子，你估计卤菜昨天卖了多少钱？有500块不？卤菜一共卖了607块6毛钱。这么多，昨天的营业额一起就是2169块8毛钱，日销售额破2000块大关。林佳音高兴之余，立即支了90块钱，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10块钱的红包。江翠玉、谭小芳等人拿到林佳音给的红包，都一个个笑得脸上像开了牡丹花似的。这次就连江小白都有红包。嘿嘿，老婆发的红包我可要收好。老婆，这算不算我的私房钱啊？私房钱？男人怎么可以有私房钱呢？你不是说你的所有钱都交给我保管吗？还能这样？江小白乖乖的上交，刚到手还没捂热的10块钱。老婆，你这不是变相的给你自己发20块钱红包吗？哼，陪我去银行存钱。好嘞，没想到老婆也懂育人之道啊。老婆，你什么时候把我也育了吧？你眼睛又在乱瞟什么？我没乱瞟，我是看老婆英明神武，御下有方，发个红包就让谭小芳他们都服服帖帖的。哼，他哪里不知道江小白满嘴跑火车。两人从银行出来，林佳音存折上的余额赫然变成了14077.70元。老婆，以后我们的钱会越来越多的。江老板是吧？我是农机制造厂办公室主任王磊，周厂长交代了，以后我跟你交接。王主任好。江老板，你做的卤菜可真不错，我们职工吃了都说好吃。江老板，明天荤菜送鸡腿，素菜送卤金针菇和卤海带。江老板，明天多送2样小份的荤菜，每样2斤左右就够了。这是王磊私人所要，还是周长送的意思啊？那我带2斤卤牛肉和1个卤猪脚吧。卤猪脚可以，但是卤牛肉就算了。卤猪脚2块5一斤，卤牛肉却要6块1斤。这王主任虽然不知道卤菜的价格，但牛肉比猪肉贵得多，他应该是知道的。江老板，不瞒你说，明天张副市长要来我们单位调研，据我所知他不吃牛肉，所以……王主任，这样吧，我明天专门卤1只整鸡，再卤1条鱼，您看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你再带点卤水，上桌前我让大师傅加热一下。行。下午江小白带着林佳音和江山回家，刚到班里就传来2个女人的对骂声。朱艳萍和廖菊枝怎么吵起架来了？
算了，你莫去管，我们先回家。爸妈，朱艳萍和廖菊枝怎么吵起来了？早上朱艳萍去放牛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那牛摔到坎底下去的，把脚摔断了一只。那头断脚的大水牛，廖菊枝家有一脚。朱艳萍没把牛看好，她肯定要和他吵架。有一脚不是说拥有牛的一只脚，而是说这头牛有你的一份。一般几户人家出钱就分作几份，也叫几脚。那水牛的腿断了，他们几家肯定不愿意继续养着了。他们打算怎么处理？陈远昌提议说卖了，陈远胜和杨世云都没有意见。可是廖菊枝和杨长辉有点不同意。他们为何不同意？如果是卖耕牛的话，价格还起得来，但现在牛腿断了，卖的话只能杀了。张屠夫出的价格低。爸，您说张屠夫今天杀牛？如果价格谈合适了，估计就会杀。林佳音忍不住打了个激灵，那头断脚的大水牛他也知道，性情温和，想到要被杀了，心中难免不忍。江小白摇了摇头，别人家的事他管不着。最终那头断脚的水牛还是被杀了。江小雷倒是跑去看了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大水牛被捆到歪脖子树前的时候，流了好多泪，两只脚跪着，发出的哀谋，我听了都心里不忍。但张屠夫心狠手快，杀牛刀从牛脑门一刀下去，大水牛就倒地不起了。江山听他讲杀牛的过程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爸爸，大人们为什么要杀大水牛呢？他好可怜啦。江小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自己听了都心有不忍。爸，等牛杀完了，我们去买几斤牛肉吧。爷爷，我们不要吃大水牛好吗？大水牛杀都杀了，不吃肉干嘛？等哈买牛肉，我出钱。那等哈你去买几斤？嘿嘿，晚上有牛肉吃喽。快夭夭，吃牛牛。珊珊，等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牛肉好吃了。爸，小周哥还在打鱼不？老五等哈买牛肉，让你妈烧个火锅，你还买鱼做什么？算大还是你来弄？怎么我弄的饭你下不了口啊？老二一天在城里做生意那么辛苦，好不容易回来歇哈，你还要他弄饭？老二，你莫管他的，爱吃不吃。妈，没事，晚上我做饭。爸，我买鱼是有个客户需要。小周哥那边到底还有没有打鱼啊？他时不时还打哈，这2天不晓得下河了没的。那我去看看。珊珊，我们去二伯伯家买鱼好不好？二伯伯，你怎么来的？来看你打到鱼了没的。今天运气还不错，几十斤是有的。卖我几条？你要鱼自己拿就是，又不值钱。来，我们看看二伯伯打的鱼。哇，好多鱼！小周哥，里面的鲫鱼都卖给我，你等哈弄回去了，我再去你家拿。没的事，我弄回去后给你送去就是。我买了3斤牛肉，珊珊你下来，让你爸爸去做牛肉。感情这家伙跟爸一样，都指望着我烧菜。那行，我去弄饭，你去烧火。你把米淘了，煮好，再把牛肉洗干净，切成丝丝。大哥，你不是只让我烧火，你做饭的吗？是啊，你把准备工作做好了，我直接烧火锅就行。大哥，你太过分了。小雷，你可能觉得我故意刁难你，可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男子汉，就要从这些你既不喜欢也不愿意做的小事琐事做起。我知道你特别羡慕我，想过我以前那样的生活，我以前也觉得那种日子最逍遥快活。我就是想过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，我要自由，我要飞得更高。这很好，每个有追求的人都想过你说的那种生活。可是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人人都在为过上自己想要的更美好的生活在奋斗。但是凭什么你就能比别人过得好？是你长得好，还是你出身好？或者你觉得自己本是天下第一？不，你一样都不赚。所以你想要的生活终究只是一个虚无的空想，你没有能力去实现。江小雷被说的有点懵，愣愣的不知道如何接话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从小事做起，磨练自己的心性，培养坚韧不拔的品质，然后从大处着眼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充实知识和开阔眼界与胸襟，你就具有无限可能。是这样的吗？不过大哥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我知道了。知道和做到中间还有9981难。6兄妹中你最像我，其实你很聪明，只是心性不稳，缺少磨砺。等你心性磨砺好了，就能一飞冲天，成为人上人。大哥，我听你的，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把我刚才说的事先认真做好，做完了喊我来炒菜。好嘞。珊珊，牛肉好不好吃？牛肉好好吃。江山开心的回答，忽然忘了之前听说大水牛被杀时的伤心。第2天早上，江老板太感谢你了。王主任，您安排服务员上菜的时候，卤鲫鱼就不要装盘放到桌子上了，直接用小盘装了，在每一位客人面前上一盘，这叫位上，表示这道菜与其他菜不同，一般只有比较稀罕的菜品才做成位上，只有招待贵客的时候才上位上。中午时分，任大队长，你怎么来的？我就不能来啊？哪里的话，任大队长来，小店蓬荜生辉啊！早就想来看看你，最近几天一直忙。今天我妈出院了，说晚上喊你到我屋里头吃顿饭。伯母恢复的还好吧？蛮好的，她一直惦记着你这个救命恩人。内部一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要我来请你去吃饭。那行，我就劳动一顿。青云路316号公安局家属楼16号，记得早点来。对了，那件案子已经判了。马东来、黄富海、陈大志、郑大彪等核心成员8人都判了枪决。
过几天就执行了，其余从犯都判了3年以上15年以下。江小白一愣，没想到马东来等人判得这么快，那可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啊！能打掉以马东来为首的犯罪团伙，特别是清除了马东来这个毒瘤，已功不可没。把弟妹和侄女也带上。珊珊，珊珊要被饿死了，珊珊要见不到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了。珊珊，珊珊好想睡一会。珊珊打螺丝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哎呀，这是肿么了？完了，珊珊没得吃了，珊珊没得吃了。小丫头，看你的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。回后网络和平就看你了。我这儿有本秘籍《钢筋反弹术》，鉴于你有缘，就1毛钱卖给你吧。哇，真的吗？我没钱。什么没有？老弟，这里还有这些，你看你需要哪本？给你打个折扣。我怎么看你这么像骗子，骗小孩，坏坏坏！你这小丫头蛮机灵的嘛，不过贫道并非骗子，而是为救你而来。诶，不对，这小丫头生机旺盛，不似斩妖之相。这之前为何会……不对，有问题，容我一算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有人逆天改命了呀，好手段。小丫头，你记得好好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。走吧。真是个怪人，神神叨叨的，果然不是个好人，就是个大骗子。我的妈呀，怎么就消失了？人呢？哎呀呀，吓死了！赶紧回家，回家吃土了。